所以我才把三皇子的人也都杀了。而三皇子定是知道他们是出来堵截你的，他们死了，三皇子理所当然会觉得是你干的。江宁儿，你好卑鄙！哎呀，长姐别生气，我说了我是要救你，不是要害你。你想脱离这个困境十分的简单，做我的人，我可以保你安全，你担心的事情都不会发生。我若是答应做你的人，有何好处？没有好处。江婷叹了口气，这个江宁儿到底会不会招安呢？想要让人为他做事儿却没好处，这种事儿谁会干呢？你是不是在想先糊弄我，然后再回去找你的二皇子给你撑腰？被说中了心事的江婷脸色一正，好处没有，但我可以确定的告诉你，你若不答应我，你的坏处有什么？我知道秦军旗念着你的能力应该会保你，但我呢会一日三餐去你的赌坊闹事，让你从赚钱变成亏钱，把你在秦军旗那的价值毁得一文不值。到时候你觉得你的二皇子会如何对你？江宁儿，你看你这反应被我猜中了，你果然是想着糊弄我的。二妹妹，我不是想糊弄你，而是这不是小事。你要我一下子放弃这些年在二皇子身边筹谋的，突然倒戈进王府，那我之前所有的计划都没了，这对我损失太重了。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些时间考虑一下。你说的也对，我呢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，我还可以给你2个选项。什么选项？要么你乖乖选择跟我，要么我把你打一顿，打到你同意跟我为止，你选一选。江宁儿，你这根本就不是招安，你这是威胁。是啊，我就是威胁你了，你能拿我如何？谁叫我有威胁你的本事呢？江宁儿拿出一瓶药水，当着江婷的面倒在了一具尸体上，紧接着那具尸体击骨消融，消失在了原地。江婷看到此景，惊得一下脚软，跌倒在了地上。洛天成看到这一幕，一下躲到了秦君夜的身后。你离本王远点儿。洛天成被嫌弃之后，没好气儿地瞪了他一眼，然后来到江宁儿身边。我说姐妹，这毒也是你研发的？我也算是见多识广的人了，可也从未见过这么厉害的毒。是啊，要不要给你试试？看是你这个吃了金蝉的体质厉害，还是我的毒厉害？洛天成惊恐地连连摇头，他发现了他的妹妹好像比他想象的厉害得多了。给你有1炷香的时间了吧？如何？你怎么选？你选活还是选死？行，我答应你。但是我既然倒戈进王府，二皇子知道了必定不会放过我，你得保证我的安全才行。还有，张正的死不能推到我的身上来。放心，我既然要用你，你的安全自不必担心。而且我虽说让你做我的人，可你还是得继续待在二皇子身边。你要我当卧底？长姐果然是聪明人，一点就通。我就喜欢跟你这种人合作。所以你其实是要二皇子的消息？是，但不全是。至于之后要你做什么，往后会跟你讲。但是这样一来，二皇子根本不知道你倒戈，他和我都会保护你，你只会比以前更加安全。而且你是女子的事情，我会替你保守秘密，你可以继续做你沛国公府的长子。江婷的身份对于沛国公府和二皇子，或者都只是个配角般的棋子，可是在江宁儿心里却不这样想。他觉得江婷又能打探二皇子府的消息，说不定还能帮他查探当年他父母的事情，简直就是个极其重要的角色。好，以后我便听二妹妹差遣。他朝江婷的腹部打了一拳，紧接着拿出一颗药便塞进了江婷的嘴里。鉴于长姐刚才有想糊弄我的心，且又聪明狡猾，所以原谅我目前对于长姐不得不防。7日内，长姐给我交一个投名状，我便给你解毒。你要什么投名状？这个就看长姐你自己的诚意了。但若你给出的东西我不满意，又或者有别的心思，7日后便是长姐你的死期。行，我答应你，但二妹妹可别食言。这个你放心，我这人虽然有些强盗逻辑，但是道义有道，我既然能答应你，就绝对不会食言。江婷只是叹了口气，似乎已经彻底放弃了跟江宁儿挣扎。这时黄雀使着轻功急急而来。她怎么会是女的？死黄雀居然盯着尸身的女子看，非礼勿视，懂不懂？小心我等下告诉瑶瑶。王妃，我没有，
我只是太惊讶了，我真没有那个意思，你别在瑶瑶面前乱讲话。江婷以后就是王妃的人，她是女子的事情，绝不可外传。王妃的人？你来是有何事？不是让你在林外等着的吗？对了，王爷，二皇子大人正朝这边而来，我得到消息后就赶紧来通知你们了，应该离这里只有半条街了。你报的线？赌坊被你那样闹事，我又被你们追，我要保命，自然得通知二皇子，但那是我落水之前发出的消息。王爷，有办法把二皇子支走吗？我本来是想把张正等人的尸体都化成血水，叫人以为无迹可查的，但需要一些时间，在我处理好之前，不能让他到这边来。行，老二那边交给我。秦君夜带着黄雀刚刚从密林里走出来，就看到了也气势汹汹而来的秦军旗和他的部下。秦君夜带着他的人主动迎了上去，拦住了秦军旗等人的去路。二哥不是大婚在即吗？不在府里好好备婚，带这么多人到此是要做什么？本皇子府中出了一个内贼，偷了府里面不少东西逃跑了。本皇子是追此贼才来到这儿的，六弟快些让开。想必这个贼定是偷了二哥很珍贵的东西吧，否则禁足期间二哥居然也跑了出来亲自抓捕。秦君夜，我警告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，给我让开。二皇兄，里面是大理寺查案现场，任何人不得擅闯。皇兄不仅违背父皇禁令，现在还想违背天楚律法吗？查案？你能查什么案？你不就得了一个分类卷宗的闲差吗？少想唬住本皇子。二皇兄说的没错，本王确实负责卷宗，正是近日翻看卷宗，看到二皇兄当初力杀暴民救下父皇的案子，让人觉出一些奇怪。哎呀，怎么卡住了？原来是没话费了，月初该充话费了。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3元话费券，真的太香了，充值到账快方便，来给大家送福利了，超简单，点商城进入充值中心或直接点评论区就有机会领1至4元话费券，记得点评论区，抓紧上车。京中治安极好，怎会突然有暴民要刺杀父皇呢？为此我正想向二皇兄请教呢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在怀疑本皇子不成？本王是怀疑那些暴民没有除尽，怕还有余孽影响京中治安。查了查，发现真还有些踪迹，这才跟了上来。是说还有暴民在这里？这里刚才查过了，但是很可惜，什么人都没有。看到秦军旗明显松了一口气儿的模样，秦军夜眉头稍微挑了一下。不过我的人还在里面找有没有别的蛛丝马迹，所以为了避嫌，奉劝二皇兄还是不要靠近的好。本王可以不将你私自出府的事情上告父皇，但皇兄这么多人，要是谁弄乱了本王查案的线索，本王可就不会轻易让过二皇兄你了。那六弟可查到什么线索没有？查到了，当真还有暴民余孽？我怀疑暴民余孽可能在城西还有，准备把这边彻底勘察过后，就去那边接着查的。城西？既然六弟在忙公务，皇兄我也不打扰你了。小贼兴许不在这边，本皇子再去别处去寻就好了。秦军旗疾步离开，他的人马也紧随其后。等他穿过密林，重新回到河岸边时，张正一行的尸体已经全部消失不见了。秦军夜环视了一圈，发现刚才的3个人也不见了。正疑惑的时候，王爷，我在这儿。秦军夜一抬头，江宁儿正好从树上跃下，他即刻将他接住，抱了个满怀。王爷你好厉害，居然这么快就把秦军旗赶走了。怎么藏树上了？我还不是怕你万一没拦住秦军旗，所以为保万全，我们就先躲起来了。我刚才偷偷瞧见秦军旗的脸色，看他那么急的样子，我还以为他会冲进来呢。你怎么办到的？怎么一下子就让他走了？其实我也没有料到，或许还要问问江婷才能清楚。他人呢？话音刚落，洛天成就扶着江婷从树上轻巧落地。洛天成看着2人这般亲昵的模样，一脸的不高兴。本王问你，当初二皇子剿灭暴民救驾的事情，你可清楚？二皇子身边并非只有我一个谋士，还有一个张师爷。这个事情我听说过，但不是我处理的，是张师爷那边办的。怎么，晋王爷为何突然问起此事？王爷觉得那个暴民案有问题？刚才我借口说是来此查这个案子，秦军旗听到后就即刻走了。我怀疑这个案子应该有别的内幕，且其中缘由或许比赌坊的损失来得更让老二紧张。张姐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开始发挥作用了。我懂，我会去二皇子府那边查探一下此事。跟聪明人说话就是愉快。7日内，等你准备好了投名状，让人给晋王府来消息便是。江婷默了默，便先行离开了。洛天成遥看着江婷的背影，摇着头。我说姐妹，你真就相信江婷了？万一他偷偷找人解了你的毒，又把你的事情告诉了二皇子，可怎么办？我当然不会这么轻易就相信他。我猜江婷回去第一件事就是找人把脉，试图解我的毒。但是很可惜，我刚才其实给他喂下的根本就不是毒药，而是刚才随手捡的兔子粑粑而已。粑？洛天成猛地睁大了眼睛，嘴角咦了一声。
你一个屁哦！兔子粑粑又叫望月砂，不仅对身体无害，还是中药的一种。你这样做又是为何？江婷是个聪明人，聪明人有个弱点，就是容易多思。他找人把脉，发现无人能够把出是什么毒后，只会越想越害怕，越害怕他就会越发不敢轻举妄动。没想到你虽数学不好，但空手套白狼和占人便宜这2件事，你绝对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人。我怎么觉得你小子在拐着弯骂我呀？没有，我是夸你。王爷，我今日赚钱了，你应该还没吃午饭吧？想吃什么？我请你啊！想吃什么都可以。是啊，想吃你。江宁儿噎了一下，哪里看不出来秦君夜是故意的。先把五脏庙喂饱，至于别的，等你下肢回府后再说。吃饭我怕是没时间了，大理寺的人还在外面等着，我不好耽误太久，我可能回大理寺吃了。这样呀，那今晚我们一起鸳鸯浴呀。秦君夜闻言，眉眼顿时亮了几分。那我今日早点回家。好，我等你。看着夫妻2个牵着手离开的背影，洛天成站在那儿气得牙痒痒。今日他对这2人的关系改观了，他很惊奇，这2人感情好像还挺好。可他想不明白，既然他小妹如此聪明机灵的话，为何会看上残暴丑陋的靖王呢？洛天成思索了一下，觉得只有一个可能，或许号称天楚国最糟糕的皇子并非如传闻那般，而是一直蛰伏实力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洛天成反而更加不安了，就怕江宁儿卷入天楚皇室的夺嫡纷争中，重蹈当年爹娘的覆辙。此时沛国公府里，江一雪却气得砸东西，滚，都给我滚！他气愤地拿起手边的茶杯就往来送礼的礼部官员身上砸，惊得刚进屋的叶氏捂着肚子抖了一下。哎呦，谁惹我们宝贝一雪了？叶氏如今有孕后重掌了主母之权，甚至母凭子贵，比之前更为嚣张了。他不满地看向来下聘的官员，大小姐要你们滚，没听到吗？都聋了。几个官员官衔低微，只能点头离开。哎呀，一雪，这些可不能砸呀，到时候二皇子知道了，还以为你对他不满呢。我可不就是对他不满吗？他口口声声说要我当正妃的，可现在呢，竟然要我与林月寻同一天入门不说，他穿正活，我只能穿媒活；他走正门，我只能走侧门。他哪里考虑过我的感受？贱人，都是些鼠目寸光的贱人。林月寻就算是正妃又如何？就他那个大饼脸，若不是当初我的药，二皇子睡谁都不可能睡他。一雪近日脾气日渐暴躁，已经越来越装不出那副小白莲的温婉模样了。正好此时江婷回了沛国公府，路过院子口，你给我站住！江一雪正烦无人发火出气，便快步上前。我问你，为何我今日去茶楼，听到了我到处勾搭男人的传闻？一雪妹妹，我已经尽力给你把这些风声压下来了，但是人多口杂，哪能堵得那么干净？那你尽力啊！我看你根本就是不上心。我如何尽力？这种事情，一雪妹妹不干的话，会被人如此说道吗？你是什么东西？有什么资格斥贿我？江一雪还是第一次被他用这种眼神看着。怎么，你还敢不服气？你以为你是家里的长子就了不起了？江婷，你是不是以为自己能够继承沛国公府的爵位了？我告诉你，今日大夫已经说了，我娘的这一胎是个男胎，等我弟弟一出生，沛国公府就绝对不可能落到你的手上。你最好给我弄清楚你的地位，你的存在就是为了给我成为二皇子正妃铺路的。可我现在竟然只是个侧妃，便是你的无能，你就该死！江婷袖中的拳头捏得嘎吱作响，她一直都知道自己的出身在沛国公府里，若是无用的话，便和一条狗没什么区别。叶氏走上前来，瞪了江婷一眼，真是个没用的东西，就会惹我们医学生气。哼，本小姐大人有大量，这次别放过你。但再让我听到外面有关于本小姐的风言风语，或是让这些话传到二皇子耳中的话，我定不会轻饶你。江婷心中虽恨不得将叶氏魔女千刀万剐，可脸上却掩饰得极好。一雪妹妹放心，我会加大力度清除那些言论的。江婷转身走后，眼底才开始情绪浮现，隐忍着咬着牙关。江一雪出了气，心情才好了一些，表情渐渐恢复了以往高贵傲娇的模样。一雪你别急，林月寻身材样貌都不如你，就算是个正妃，也不过是个挂名罢了。到时候你只要早些怀上皇嗣，说不定还能生下天楚皇室的皇长孙呢。届时一样是母凭子贵，自会尊贵的。事已至此，现在也只能这样想了。
秦君夜下职回府之后，发现府里异常的热闹，院中的石桌上摆着各色酒菜，江宁儿和魏瑶张罗着，清玄则跟小七在一旁拿着扇子冲一个冒烟的土堆扇着火。王爷快过来，今日我跟瑶瑶亲自下的厨，你有口福了。黄雀，你去厨房拿碗筷来，今日给瑶瑶接风，我们一起吃。秦君夜被他拉着坐下，看了看这些人，又看了看江宁儿，最后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不是说好鸳鸯浴的吗？天色还早呢，你别急啊，我们先吃饭。行，那就先等你吃饱了，我再来吃你。王爷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越来越像个流氓了，还是很道貌岸然的那种。在爱妃这里，本王只想日日当个流氓。说完，还趁着没人注意，悄摸摸地在他屁股上抓了一把。你，江宁儿推开秦君夜，连忙跑开，去瞧那个冒烟的火堆去了。应该好了，把土堆挖开吧。清玄得令，拿着铁锹捯饬了好多下，才露出了一个烧得黢黑的土疙瘩来。是真的能吃吗？你让我扇了这么久的风，该不会最后让我吃土吧？这是一道名菜，叫做叫花鸡，是不是又孤陋寡闻没听过吧？叫花鸡。看到另一边的魏瑶和黄雀一人端着2个菜走来，江宁儿吆喝了声：“菜齐了，大家上桌吧。”江宁儿和魏瑶的手艺都不错，加之今日人多，大家吃得十分热闹。吃饭间，江宁儿瞧了瞧四周，奇怪，怎么饭点大家不去吃饭，老在这晃悠做什么？好像确实是如此。他们应该都是来瞧魏姑娘的吧？毕竟府里面这么多年，还从未有过什么姑娘家。我不是女的吗？我进府时都没看到他们这样瞧我呀。王妃自然是不一样的。我怎么不一样了？你哪里像个女人了？你这个义妹才像个正常的姑娘家。哎呦，你怎么又打我？我就说你不像个女人吧，哪有女人成天动手动脚的？夫君，你弟弟骂你，他说我不是女人，那就是说你每天都在睡男人。别理他，你不是女人，你是仙女。我还是喜欢听王爷说话。清玄听到秦君夜这话，虽觉肉麻，可到底是下属，不敢造次，只能低头干饭。黄雀则是专心地帮魏瑶挑着鱼肉里的刺儿，尽量不参与主子们的事情。哥，你真是我哥吗？你的血性呢？等你日后成亲就懂了。直到天色渐暗，这场饭才将吃完。稍微溜达了一下，秦君夜便拉着江宁儿朝浴池的方向而去。魏瑶见状也想跟上去，被黄雀赶紧拦下。你去做什么？我许久没见黎姐姐了，想去找她夜里聊聊天啊。你以后夜里还是别找王妃，要找她等白日再找吧。你的黎姐姐和姐夫已经不是鬼谷门市的他们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反正见黄雀面露难色，魏瑶也不多问了，转而拉住他。那我不找黎姐姐了，黄雀哥哥，你陪我去街上走走吧，我想看看京城的夜景。黄雀看着他拉着自己的手，嘴角就忍不住扬了起来。我听说朱雀街上有家卖唐山楂的，我带你去吃。好呀，走。秦君夜进了浴室，拉着江宁儿刚转角过了屏风，便将她抵在了墙上吻她。二人吻得动情了，秦君夜便开始上手想要解她的衣衫，却被他拦住。怎么了？今日我先来给王爷你宽衣。秦君夜愣了一下，这种事情他主动的时候不多，自然是要好好珍惜的。行，那你来。江宁儿抿嘴一笑，然后给他解开腰带之后，就掌心一推，将其推到了水里。秦君夜起水后摸了一把脸上的水珠，不解地看他。我其实是好奇，王爷要是成了落汤鸡会是什么样子？我以为会是很狼狈的样子，没想到王爷身材好，成了落汤鸡也好看。秦君夜无奈摇头，便上前想将他也拉下水，结果江宁儿连连后退。你躲什么？我其实在王爷回府前就洗过了，所以王爷一个人泡就好了。你不是说好鸳鸯浴的吗？是鸳鸯浴呀，王爷你看。秦君夜顺着他指的方向，这才看到浴池的水面上有2个鸳鸯形状的木雕玩偶在水上再浮再沉。秦君夜都无语了，这就是他说的鸳鸯浴。江宁儿，你耍我！江宁儿看到他脸色开始不对了，连忙起身就跑。刚出浴室几步，整个人就被湿着衣服出水的秦君夜给抓住了。在他双脚离地的瞬间，就开始连忙告饶：王爷，人家就是皮一下嘛。可最后还是没有逃过，也被丢进水里，成了另一只落汤鸡的结局。
2日，江宁儿是晌午才悠悠转醒的。她起身刚刚动了一下，便觉得腰酸腿软的不行。秦君夜正好穿着官袍，提着食盒进房，看到她这个样子，连忙上前：“怎么了？还能怎么了？不都是你害的？谁让你昨天要调皮的？”然后让她趴下，帮她揉着后腰。她的掌心温暖，力道又合适，很快江宁儿就觉得好受不少。王爷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是下人来大理寺说你一个上午都没起床，我怕你是不舒服，所以赶回来看看。一个上午？现在是什么时辰？晌午了。居然这么晚了，以后你不许这样了，我一睡半天都没了，这太浪费光阴了。我都是为父的不是。伯伯，起来吃点东西。2人甜甜蜜蜜的吃完东西，秦君夜便又要回大理寺。他走时吩咐清玄：“天气转热了，让人给屋子里加些冰，再让布庄送几匹上好的冰丝锦来给王妃选，用来给王妃做几套夏衣。”清玄神色漠然：“你那什么表情？不是，属下只是意外。我跟在王爷身边这么多年了，以前可从未想过王爷有一天会变成这么温柔体贴的人。”怎么，你这话说的，本王以前难道很不近人情？没有，就是觉得自从王妃入府后，王爷笑的都多了，人也细致了。属下只是感叹，爱情的力量真伟大呀！居然这么短的时间就能改变一个人几十年的性子。现在的王爷，哪怕戴着面具时，也能让人看得出心情很好。真有这么明显啊！特别是每日早上，王爷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，都特别的精神饱满，神采奕奕。每日早上，秦君夜拍了拍清玄的肩：“等日后你成亲了，就明白了。”清玄摇头，想他也是学富五车，见识渊博，可感情的事儿确实是一片空白。叹什么气啊？属下是觉得我不懂的事情，但可能黄雀都已经懂了。哦，黄雀如何了？他估计要被揍了。为何？王爷，你也知道府里面来了一个女子有多不容易，府里又都是些官官。昨日兄弟们知道王妃的义妹要住在王府里面，都高兴的不行。加之魏姑娘模样玲珑可爱，大家都热情高涨。结果夜里就瞧见黄雀跟魏姑娘2个居然牵着手出门逛街。府里面这么多兄弟，多少比她年长呢？这么多年怕是都没碰过女孩子的手，自然眼红的不行，都在说她怎么背着哥哥们下手这么快。见秦君夜一点都不意外的样子，清玄惊道：“难不成王爷您知道啊？”应该说本王现在才清楚，原来你们都不知道，他竟没有跟你们任何人讲吗？秦君夜简单的讲了一下黄雀跟魏瑶在鬼谷门的事情。清玄脸色大骇：“这臭小子居然连我都瞒！不行，我现在也想揍他了。”自家兄弟下手可以重点，本王吩咐的事情别耽误了就行。王爷放心。随后他就瞧见了不远处的黄雀，然后指着他追了过去：“臭黄雀，你给我站住！”黄雀刚刚去给魏瑶买了一包糖山楂，正准备去找他，结果就看到清玄面目不善的朝他追来。他愣了一下，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得罪人了，但察觉不对劲儿之后，下意识的就使着轻功开始逃。清玄轻功不如他，自然是抓不到，但还好，此时黄雀是引起了全府人众怒的。很快2个暗影就冲上去将他围住，从半路把他给抓了下来。哎呀，你们做什么呀？干嘛绑我呀？你们要带我去哪儿？我的山楂掉了！黄雀无能狂怒，最后还是被几个哥哥们直接拖到了小黑屋进行爱的问候。江宁儿又躺了一会儿，等到身子骨舒适了之后，便去找了魏瑶。院子里2人相对而坐。李姐姐，你可醒了？昨夜黄雀哥哥不让我找你，早上也不让我去喊你，我问为什么也不告诉我，只说让我等你自己起来。李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生病了？江宁儿看着魏瑶那双清澈天真的眼睛，下意识就撒了个谎。是有点不舒服。那要紧吗？怎么不请大夫啊？不要紧，现在已经好了。好了就好。魏瑶松了一口气儿后，一直盯着他看。你在看什么？黄雀哥哥昨天跟我说，你跟姐夫和当初在鬼谷门时已经不同了。我是在瞧你们到底有什么不同。魏瑶歪着脑袋，好像是有点不同。之前只觉得李姐姐好看，可现在怎么说呢？李姐姐好像比在鬼谷门时更好看了，脸色滋润的像朵盛开的花一样，更娇更妩媚了。江宁儿感叹，这小丫头懂得还不多，但还真是敏锐，迅速转移话题。怎么样，住的还习惯吗？习惯。昨晚黄雀哥哥还带我去看了京城的夜景，本来是要去看什么楼船的，但我困得不行了，就没有看成。瑶瑶，你快及笄了，可有什么想法没有？什么想法？你该知道，你外公很担心你的终身大事。
可不是李姐姐你说女子不一定非要嫁人的吗？我那是说不要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，但要是你有喜欢的，自然可以嫁。你有喜欢的人吗？这时，刚被哥哥们亲切教育过的黄雀正朝这边而来，一听到二人的对话，连忙躲在了一旁，竖着耳朵听了起来。以前我以为我喜欢你，可你跟我说那种不是喜欢，是对你的依赖。那之后我就有点不知道怎么算是喜欢了。就是你看不到一个人会想他，想跟他一直在一起，看到他后心里会有一只蝴蝶一样一直扇着翅膀让你躁动。他开心你就开心，他不开心你也会不开心。如果看到他跟其他的异性走得近，心里还会觉得酸酸的，有没有让你有这样感觉的男子啊？躲在树后的黄雀听到这番描述，之前他还不确定，可现在听到王妃说的，他发现自己对魏瑶的情绪好像就是这样。当初离开鬼谷门的时候，他就很不舍，本以为这份不舍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淡一些，就好受了，可结果却是情绪越发浓烈。直到昨日在街上再次看到魏瑶时，这份感觉便瞬间的烟消云散了。我当初还不知道李姐姐你是女人时，看到你跟姐夫一起，我会不高兴，但不会觉得酸，而是害怕李哥哥会不能陪我了，所以我才说你对我的是依赖，不是喜欢呀。你对黄雀是什么感觉啊？似乎有一些是你说的那样，但有一些也不是。我看到他跟异性走得近时，我没有酸的感觉。他跟哪个异性走得很近？你啊，我看到他跟你走得近，我没什么感觉。哎呀，我不一样的，为何又不一样了？江宁儿抓了抓额头，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这个区别了。罢了罢了，他本来是想有意引导一下两人，可现在发现还是顺其自然，不要拔苗助长的好。黄雀也是默默地叹了口气，果然魏瑶现在还是半懵半懂的状态。因着昨夜魏瑶没能看到楼船，江宁儿便叫上了黄雀，带着魏瑶一起去楼船看看。所谓的楼船其实是一艘有几层楼的大船，只是这船并不出海，船上其实是一个类似酒楼的样子，有包房有散桌，多是呼朋伴友吃饭看景的去处。三人上了船之后，去了2楼的包房雅间。魏瑶本就少有离开鬼谷门，看啥都是稀奇的，趴在窗户边上看着外边的景象，目不转睛的惊叹连连。这时他们包房里突然走进一人。嘿，姐妹。洛天成，洛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是啊，你不会又跟踪我吧？今天还真不是跟踪你，这次真是缘分。我比你们上船早，是因为群贤诗会的聚集活动才来的。只是我正好坐在窗边，刚才远远瞧见像你们的身影，本来是想来确认一下，没想到真是你们。群贤诗会？是啊，可听说过。你才来京城几个月，这么快就加入他们了？我也是被我班上的一个同窗邀请来的，今日也是第一次参加他们的活动。他们是邀请我加入来着，但我还在犹豫，所以来瞧瞧。二人说话间，包房里又走进来2个人，其中一个是赵芊芊，还有一个女子脸生，江宁儿从未见过。洛公子怎么急忙忙就走了？原来是晋王妃在这里。洛公子还真是心系晋王妃呢，在学院里追着晋王妃跑，在学院外也追着跑。晋王妃，你的魅力可真大。赵芊芊你……那是因为洛公子知识懂礼呀。在学院里我们是同学，互相尊重，可出了皇家学院，我便是天楚国的晋王妃。洛公子特来给我这个王妃问安，怎么2位姑娘来本妃这里，难道不是特意来给本妃问安的吗？是啊，赵姑娘和庄姑娘过来，怎么只顾着说话，还不下跪行礼？我可是跪过了才起来的。江宁儿瞥了洛天成一眼，心想他跪了个屁呀！没错，见了王妃自然是要行礼的。在下礼部侍郎之女庄雪晴，见过晋王妃。起身坐吧。江宁儿摆手赐座。我早听芊芊姑娘说过，晋王妃做事很厉害，还在课堂上赢过她。雪晴一直对晋王妃很好奇，前2日还特意给晋王妃下了春江宴的请帖，只是没想到竟被拒绝了。想必应该是晋王妃觉得我们这种宴会不成气候，不肯赏光吧。庄师姐谦虚了，春江宴可是皇后钦定让你主持的，怎么会是不成气候呢？我看应该是晋王妃不把你们庄家放在眼里吧。赵芊芊的挑拨，江宁儿听得很明白，但她没搭理赵芊芊，而是打量了一下第一次见的庄雪晴。
赵姑娘言重了，我觉得靖王妃应该不是这样的人。那庄姑娘可就想错了，本王妃还真就是这样的人。靖王妃的意思是，你当真是不把我礼部侍郎府放在眼里了？说句实话，不是你自我介绍，我根本就不知道天楚国还有礼部侍郎这个职位。我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的请帖都会看的。庄雪晴深呼吸一口气，表情尴尬了片刻后，拿出了怀中的一份请帖。无妨，那么我便亲自再请一次，这次还望靖王妃多考虑一下，能否亲临。之前不认识，但是既然庄姑娘已经把请帖送到我面前了，自然要认识认识了。既然如此，就等靖王妃大驾光临了。目的达成，二人没多留，很快就离开了。刚才庄雪晴说给我来过请帖，真有这个事儿？是来过，但是王爷拒了。本以为这事就这么过了，谁曾想这个庄姑娘还真的是不要脸，居然当面找王妃了。是王爷拒的，所以王爷是知道这事儿的，可我怎么完全不知情？听起来你们晋王府是不是跟庄家有什么过节？要说过节也是有，但我说了，王妃你可别介意啊。你说说看。这个庄小姐其实是在王妃你之前，王爷的上一任赐婚对象，所以庄雪晴其实是秦君夜的前任。洛公子你可别乱讲，什么前任呀？王妃跟他从始至终可都没有什么，那是3年前王爷晕倒前的事情了。当时还是礼部侍郎亲自去求的这门婚事，皇上念着王爷到了可以成婚的年纪了，礼部小姐也匹配，便许下了赐婚旨意。赐婚旨意都已经下了，那为什么后来没娶她？旨意是下了，但当时王爷被赐婚后，却在殿前当众回绝了这个婚事，拒绝的理由就是觉得庄姑娘太丑了。那我明白了，所以那个庄雪晴其实就是在记恨被王爷当众说丑了。庄家被王爷当众拒婚，还被嫌弃容貌，自然也不肯让女儿再嫁他。很快这事就传开了，王妃你也知道，王爷在外的名声一直都不好，于是很多人就说连晋王都看不上庄小姐，让庄小姐被笑话很久，使得退婚后大户人家的子弟都看不上庄小姐。都过去几年了，她至今还未嫁出去呢，都成老姑娘了。没想到王爷一句话杀伤力够大呀。既然他不喜欢靖王府，那他为什么还一定要让李姐姐你去参加他什么春江宴啊？自然不是安的什么好心，大约是他不能把王爷如何，便觉得我好欺负，想从我这里下手。那这春江宴你不能去，明知道他要坑你，你该躲着点才好。我都亲口答应下来了，若是不去，岂不是让他觉得我怕他？既然摆明了是冲着他来的，别人都已经宣战了，他没有怯战的道理。皇后他都不放在眼里，会怕一个庄雪晴？是夜，秦君夜下职回房时，江宁儿直接拿出那张请帖展示在他面前。这是什么？我今日接的请帖，你前任给我的。什么前任？你在说什么？王爷不是还特意替我拒了别人的帖子吗？为什么不跟我讲？你怕我吃醋呀？何来特意一说？本王向来拒绝所有的请帖，而且不是你说这阵子要备考，不想人打扰的吗？哦，原来是都拒了呀。你刚说的前任是什么意思？你把话说清楚。就是那个礼部侍郎之女庄雪晴啊。秦君夜认真的想了想，摇着头。庄雪晴是谁？你都不记得吗？黄雀说是你前一任赐婚对象，结果被你当众拒婚，还说人家丑的。这样说来，我好像依稀记得是有这么一回事。他找你？江宁儿把今日发生的事情跟他讲了一下。秦君夜拿过春江宴的请帖看了看，坐在床边随意的把其丢到了一旁。春江宴确实每年都有，由皇后主办，每年会找一个臣子负责承接，主要目的是集结京中未婚的男女，让他们借此机会互相认识。那不就是相亲会？差不多吧。所以你其实没必要去，不去皇后也不会说你什么，到时候找个借口重病就行。那可不行，这不是请帖，这是给我下战书呢。秦君夜把他捞进怀里。干嘛这样看着我？我在想，庄家当年主动求赐婚，是不是因为庄雪晴喜欢你啊？世人都知我残暴丑陋，他喜欢我什么？那可不一定，毕竟这些传言都不是真的，说不定人家就是无意中发现了真相呢。我不也是在不知道你真容前就对你……对我什么？哎呀，跟你说正事儿呢，你正经一点。据说他现在一直没有成亲，我总觉得会不会跟你有关？我倒不这么认为。当年我之所以拒绝，是因为礼部侍郎这个职位虽没有什么意义，但庄家与皇后总的还算交好。先不说庄雪晴本人到底如何，是否对我有益，我也断不可能让皇后有机会把眼线安插进晋王府里来。
你都说礼部这个位置对夺嫡没什么意义了，也就是皇后可能确实没拉拢庄家，她也可能不是皇后的人。是有这个可能，但晋王妃的位置可不好当。你觉得她就算进了王府，又能活多久？这一点江宁儿最清楚了。自从她当了这个晋王妃，可谓是麻烦不断。要不是她自己有2把刷子，确实早就不知道死哪儿去了。我当众拒绝她，是给她留了一条性命，让她远离晋王府，已经是我给她的仁慈了。若她要真的因此介怀，想对你动手的话，本王就绝不会对她手软。那王爷要跟我一起去吗？你当真要去？自然是要去的。我问你这些，只是想知道他跟你的瓜葛到底有多深，好来决定我是轻轻的虐他，还是重重的虐他。我还以为你说这么多是同情他了。他的遭遇确实让我觉得还挺值得同情的，可遗憾的是，他非要来招惹我。他不来找我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去惹他。但他既然跟我宣战，我就不会对他客气。行，既然你要去，为夫便陪你。二人说话间，清玄来敲了敲门，送了些东西进来，正是中午秦君夜吩咐的冰块和制好的夏装。怎么突然给我做衣服啊？你昨晚不是说热吗？这个冰丝锦触感冰凉，最炎热的夏日也能感觉到凉爽。江宁儿抿嘴笑了笑，她的细致贴心让她觉得心里甜甜的。她拿起手边的那个新肚兜摸了摸，哇，这个布料真的好凉好舒服呀！要不试试看？哈，肚兜有什么好试的？秦君夜从身后勾住她的腰，开始单手解她的腰带。为夫想看。看你个头！我今日傍晚来月事了，你别想那些。看到秦君夜眼里有一闪而过的失望之后，江宁儿转过身，捧着他的脸：“你别急嘛，好消息是我这个月确实不那么痛了。”真的？是真的。你看，我还能活蹦乱跳的，就知道了。说起此事，我今日听到一个消息，还没来得及告诉你。什么消息啊？听闻叶氏怀孕了，之前沛国公府没有对外声张，如今满足3个月才讲，据说还是个男胎。哈，3个月就把出男胎，他扯呢。但是江映初好像是信的，还归还了叶氏主母之权。难怪我之前还奇怪，为什么百花大典后江一雪居然没有被江映初责罚。原来是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啊！不过这对我们来说也许是个好事。怎么说？江映初以为是个男胎的话，江婷在沛国公府的处境便会很难熬了，这有利于他倒戈我们。看得出你是真的很认可江婷了。其实在江婷给出让我满意的投名状前，我也不是说就认可他了，我只是觉得他跟我一样，心里定是很怨恨叶氏和江映初的。既然我们目标一样，当然是当朋友比当敌人好。我用男装闯荡江湖，所以我很懂他的无奈和艰辛。我尊重每一个为了生活拼命努力的人。我想给江婷多一个选择的机会。但愿江婷能如你所愿。与此同时的另一边，娘急步上前，把嬷嬷一把推开。你在做什么？大少爷，这可是夫人要求的，是大夫说夫人夜里睡不好，需要服五色豆煮的羹汤养神。奴婢端着豆子准备去厨房给夫人炖汤，谁料崔姨娘把奴婢撞倒了，把分好的五色豆也都撞洒了。夫人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便让崔姨娘把五色豆子捡起来重新分好。婷儿，娘没事的。既然是捡豆子，你踩踏我娘亲的手指做什么？这也是夫人吩咐的吗？自然不是了，是奴婢好心想帮崔姨娘捡的，谁料不小心踩到了她的手指呢。崔姨娘还不快接着捡，要是夫人睡觉前喝不到五色豆羹又失眠的话，可就是你的过失了。眼见着崔氏又要趴下去捡，江婷一把拽起崔氏，并朝着嬷嬷胸口踹了过去，把嬷嬷踹得4脚朝了天。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别争了。可是娘，婷儿听话，娘是为你好。大少爷好大的脾气，对我的嬷嬷拳打脚踢，是不是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？江婷听到叶氏的声音，闻声回头，发现江映初也在一旁。婷儿，还不快去给你母亲认错！老爷，江婷虽然过继在我膝下，但是她的心还是向着崔氏的。我看，要不我把儿子还给崔氏好了，反正江婷看着我这个母亲啊，根本就不敬。婷儿，过来给夫人认个错，这事儿就算了。江婷深吸一口气，走上前去，冲叶氏行了个礼。母亲，
对你的嬷嬷动手是我的不是。叶氏昂扬着下巴，本是对他一脸的不屑，谁料江婷接着说：大母亲是不是也该讲点道理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说我不讲道理？我日夜在外忙着，不让医雪妹妹做的那些龌龊事传得满城皆知。母亲不仅不念着我对医雪妹妹和沛国公府的付出，却在府里如此折辱我娘。你的嬷嬷将我娘的手踩成这样，我教训一下她，到底有何不妥？龌龊事是什么事儿？老爷，你别听他乱说，医雪怎么会有什么龌龊事呢？医雪妹妹在皇家学院勾三搭四，被年儿妹妹当众揭穿。什么？且几家公子互相对证，发现医雪妹妹竟给每一个人都送了定情信物，并跟他们暗示会嫁给他们。于是现在不少人都在传沛国公府大小姐水性杨花，不知廉耻。你住嘴！你说谁不知廉耻？你敢这样说我的医雪？当真有此事，本国公怎么完全不知道？是我想着这是无中生有的小事，便没有告诉老爷，免得老爷烦心。老爷，医雪不会这样的，这是江宁儿陷害医雪，你一定要相信医雪啊！哼，她会不会我不管，但是此时此刻绝不能因此影响了她嫁给二皇子。你带你娘回去，捡豆子这种事让下人来做就行了。那儿子就先带娘亲离开了。江映初看着江婷的背影，微微的愣了一下。他觉得刚才自己似乎从他的眼神里察觉到了一丝异样，但因为那丝异样消失得太快，他便没有多想。江婷搀扶着崔氏回了房间。婷儿，你这是何苦呢？咱们这么些年都忍过来了，这点小气怎么就突然受不了了呢？娘，之前忍他是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。之前我觉得我要在沛国公府立足，只能帮着父亲，帮着叶氏的女儿进二皇子府。只要父亲过世，我便是唯一的儿子。那时我们母女两个才能出头，才能有尊严的活。婷儿，什么母女？别乱讲。娘，我的女儿身已经被年儿妹妹发现了。你说什么？江婷把那日的始末跟崔氏细细讲来。崔氏讶异：你说二小姐要你做她的人？是，若是我不同意，我的身份怕是就保不住了。莫非是天意？什么天意？既然如此，婷儿，你就跟二小姐吧，我相信她。娘，你应该还没有见过年儿妹妹吧？你为何会说相信她？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她不是让你交投名状吗？娘知道交什么给她，能够让她对你满意。又过了2日，到了春江宴的日子，在院中等着的秦君夜，还有今日随行护卫的千明，都是愣了一下。江宁儿在他面前转了个圈王爷，好看吗？结果转到一半就被华贵的长裙给绊了一下。千明和秦君夜都下意识想要去扶他，但千明半路就把手收了回来，他落到了秦君夜的怀里。完了，今天这身裙子我怕是不能做什么大动作，得淑女点了。去个春江宴而已，你至于打扮成这样吗？你也想去相亲不成？有你在我身边，谁敢动这个心思呀？庄雪晴叫我去参加这个宴会，不就是想让我在众人面前丢脸吗？我虽然还不知道他要用什么招数，但我今日就是要从德智体美劳各个层面把他压在地上摩擦，让他知道招惹我他会输得多惨。其实李姐姐你不怎么打扮，也比他好看100倍了。我们瑶瑶真会说话，不像你姐夫。你自然是好看的，为夫只担心你受憋，在春江宴的时间可不短。大不了不打架就是了，我动嘴一样能虐死对方。这么精彩的视频，当然要配点饮料边喝边看。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经典碳酸饮料，6瓶不到9块9，冰爽清凉解渴。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，还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，抢到就是赚到，就在评论区，先到先得哟。要是我需要动手的时候，九王爷你帮我啊。行，本王定不会让人碰你一根毫毛的。几人刚准备出发，清玄急忙跑来：王爷，大理寺那边有急事，说是需要你现在去处理一下。没事儿，你先去吧，反正春江宴时间很长，完事儿你再过来就是了。千明在呢，如果要打架，他可以替我上。行，我尽快处理完大理寺的事情就去陪你，莫要让人欺负了你。王爷放心，向来只有我欺负别人的份儿，你什么时候看别人欺负到我头上的？秦君夜对江宁儿这话还是很认可的。到了礼部侍郎府时，大多数人都已经到了。庄雪晴上前迎接：雪晴见过庆王妃。
不知靖王殿下怎么没有跟王妃一起来？王爷大理寺临时有些急事，先去处理了，晚些再来。既然如此，那请靖王妃先入座吧，宴会一会儿就要开始了。江宁儿正犹豫着坐哪儿比较好时，徒儿来这边。江宁儿快步走过去，坐了下来。老小子，你今日怎么来了？不用批奏章啦。皇兄放我1天假。放假这么开心的事情，你怎么一副死了爹的表情？你这小丫头，真是什么话都敢讲。我爹那是先皇好吗？我当然知道你爹是先皇，所以我这也是陈述事实呀，没说错什么呀。你当我想来啊？我是被皇后逼着来的，我也是没办法。你还没成亲呢，皇后是想你也来相亲的是吧？说吧，你看上谁了跟我讲，我帮你去要联系方式去。你看我像是想相亲的人吗？也是，我差点忘了你对我亲娘念念不忘了。但是老小子，我真心劝你，有些人该放下得放，你别积郁成疾了。都说了，那些都是你自己乱猜的，没有这种事。那要真是没有这种事的话，你都这个年纪了，干嘛还死活不成亲？还是说你其实是喜欢男人的？跟我讲讲嘛，我不会泄露出去的。你少在那儿胡言乱语。老小子，防备心还挺强。暗暗嘀咕了一声，看来他想从秦天玉这儿问出他爹娘的事情是有些难了。没一会儿，洛天成也来了。大老远瞧见他，就径直坐到了他这边。这么精彩的视频，当然要配点饮料，边喝边看。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经典碳酸饮料，6瓶不到9块9，冰爽清凉解渴。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，还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，抢到就是赚到，就在评论区，先到先得哟。学生见过院长。你不用跟他客气，你是我姐妹，他是我小弟，他算着跟你平辈。你怎么到处认亲？我一直想认几个好大儿喊我爹，但是目前还没有实现。你等等我，等我认了儿子，你就能抬辈分了。陆天成看到二人的互动有些意料之外，之前他是知道江宁儿是院长的亲传弟子，但没想到二人的相处模式竟然是这个样子的。你还真来了呀？你不也来了吗？我有什么不能来的？我来是想着，万一庄雪晴真要在这种场合找你麻烦的话，我说不定能帮帮你啊。他有对你发难了吗？目前还没呢。几人话音刚落，似乎是有什么重要的大人物来了。是萧阁楼，庄家居然把他也请来了。怎么老头也来相亲？来这找夕阳红吗？你不知道他可是天楚国的大文豪，之前曾在宫中短暂的当过太傅，你家男人都曾经在他手上受教过。你是说他是王爷的老师？正是，不光是秦君业，天楚不少人都是他诗词的仰慕者，但他淡泊名利，早些年便归隐了。没想到这么多年了，还能再看到他出山。各位请留步。二人快要离开礼部尚书府时，身后被人叫住。庄雪晴快步而来。恭喜靖王殿下，这是摄这一场赢下的夜明珠。秦君业只轻瞥了一眼旁边的签名，示意签名将东西收下。但显然庄雪晴不光是为了送夜明珠而追上来的。靖王殿下，请先别走。可还未迈出2步，再次被人叫住。这次回头却发现庄雪晴已经眼眶发着红，眼里都是泪水。你看我做什么？我又没哭。庄姑娘这是何意？靖王殿下，雪晴有一事不明，靖王殿下当年到底为何要如此对我？你还记得吗？我年幼时跟随父亲进宫，有一次从假山上摔了下来，是你救了我。你当时还给了我外伤的药，叮嘱我小心，我到现在都还留着。从那个时候，我就对你芳心暗许，哪怕后来你面容尽毁，我都没有低看过你，就等着自己及笄之时能够嫁给你。可你为何当众拒绝婚事，叫我难堪？我真的有那么差吗？江宁儿眨了眨眼，这才明白了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。庄姑娘，别在本王王妃面前讲这种似是而非的话。你不说，本王根本不记得小时候有救过你。你说什么？而且就算有，也不能代表什么。至于拒婚的原因也很简单，不过就是本王不喜欢你，随意找了个能脱身的借口罢了。靖王殿下当真对我没有一点？没有。你不必再做些无意义的事情了。本王今日心情好，庄小姐故意刁难本王王妃的事情，便不与你计较。但若再有下次，本王绝不姑息。秦君业这次走得决绝，任庄雪晴如何喊都不再搭理他了。秦君业抱着江宁儿上了马车，将她放置在了软榻上。放心吧，我是你的，谁都抢不走。
哼，就算有人想抢，也一定抢不赢我。秦君夜看到江宁儿露出这种耍性子的小表情，只觉得十分的可爱，像只发脾气的小猫一样，看得他心头一痒。他伸手把她捞进怀里。还吃醋吗？看你表现还挺好的份上，已经不吃了。那既然表现得好，可有奖励？奖励？你要什么奖励啊？本是放在腰间的手有些不老实的迹象。想什么呢？你明知我那个来。我最近看书，知道可以用别的方式解决。救命啊！你到底是哪里来的登徒子啊？让你每次来月事就撩拨我，自要想些法子治你。我承认之前是喜欢这样整你，但这次我可没有。谁说没有？我哪有？二妹妹可有时间，能否聊聊？大哥有何事可以在这里说？是父亲有些话让我转达给二妹妹，在这儿怕是不便。那好，正好我跟王爷还没吃晚饭，不如大哥一起。那恭敬不如从命。秦君夜让马车转了方向，去往了京中一家李雨楼名下的酒楼。三人进了屋子之后，两边的人便都留在了门外。二妹妹好诗，晋王爷好剑术，此前是我眼拙，你们确实是人中龙凤。长姐来找我，是投名状准备好了。江婷若有所思地看了眼门的方向。放心，这里是王爷的地方，我们说的话刚才你那些手下都不会听见。确实是准备了，但是好不好还要二妹妹你来定义了。好，这么快？二妹妹可听说了叶氏怀孕了？知道，怎么了？二妹妹对此有何看法？听闻是男胎，但是我觉得很扯，才3个月就辨认出男女，简直是无稽之谈。但父亲却是深信不疑的。长姐，这是投名状还是想我帮你除掉叶氏？二妹妹严重了，二妹妹要用我，便得先保住我。叶氏这一胎对我在江家不利，我若是失去了独子的身份，以后我在沛国公府便也没有什么话语权，父亲自然也不会重用我。那么我对二妹妹来说，作用便会大打折扣，不利的还是二妹妹，你说是不是？说下去，我确实私心想要除掉叶氏，但你也讨厌叶氏，不是吗？他是我们共同的敌人。你想怎么样？把他腹中的胎儿毁掉吗？非也。不瞒二妹妹，其实父亲这些年女人不少，不光是府里的，还有不少外室，前后加起来，光是我知道的，少说也有20-30个了。20-30个？难怪我看他面相就觉得他肾气不足，一脸猥琐样。他也不怕精尽人亡，这么多女人，他睡得过来吗？我知道父亲其实并不喜欢我，只是碍于觉得我是男子身份，才不得不栽培我。实则这些年来，他一直没有放弃过想要再生一子而放弃我，所以才找了这么多女人。只可惜他怕是命中注定无子，除了沛国公府里有名分的姨娘所出的5个女儿之外，外室也有3个孩子的，但也都是女儿，一子都没有。外面20-30个女人，结果只有这3个女儿。这正是我要跟二妹妹说的。准确来说，其实差不多10年前，这些女人谁都没有怀上任何一个孩子，可叶氏却是突然有孕了。江婷拿出一些药方放在了桌上。这些怎么都是壮阳药？谁吃的？这是父亲私下常年让人开的药方，我让人打听过了，是壮阳助孕的药。而后我查了一下，发现叶氏在10年前，因为也惧怕有别人生下儿子，威胁到他主母的地位，他拦不住父亲跟别的女人在一起，便偷偷的给父亲下了药。但父亲并不知道，其实自己早就已经没有了生育能力了。言下之意，叶氏腹中的胎儿根本不是江映出的。没错，她怀的应该是别人的孩子，并非江家骨血。大夫说她怀孕3个月，你可看过她肚子大小如何？我问过有经验的人，说比3月会大一些，但大夫说因为是男胎比较大，还说是叶氏营养好，胎儿健康。父亲听了还挺高兴的。那就有可能根本不止3个月喽。江宁儿说完，若有所思地看向身旁的秦君夜。你是想说江南月宁楼那次？如果叶氏其实胎儿在3月以上，这个时间不就正好对上我们撞见的那次吗？怎么，二妹妹和晋王爷已经知道了？其实我们早就发现叶氏出轨了，甚至还撞见过现场。居然还有这种事？只是没想到她还怀上了孩子，甚至胆子大到敢冒充沛国公府的种。江宁儿激动地搓了搓手，感觉这个事情要是暴露，叶氏这一次便一定会被锤得死死的。
这个消息是还不错，可长姐的出发点却是为了你自己着想。如果你今日唯一的消息是想借我的手成全你自己的话，那你这个投名状可就没多少诚意了，我可不会满意。江婷料到江宁儿不是这么好应对的人，遂又拿出一摞画像放在了桌子上。二妹妹放心，我既然来求你了，自然是有诚意的。扳倒叶氏是我们共同的目标，需要你我合作才能达成，所以我才来与二妹妹讲。但我真正要给你的投名状，并不是此事，而是我接下来要说的话。刚才的只是开胃小菜，这些便是全然关乎二妹妹的事情了。江宁儿把画像随便翻看了一下，发现都是女人的小像。她们是谁？给我看这些是做什么？这些便是父亲府内府外的女人，我追寻到这些后，便让京中最好的画师给他们都画了画像。江婷说着，抽出一张单独摆在了一旁。二妹妹应该知道，我的母亲崔氏是通房丫头，也是父亲最早的女人，这是我母亲。而剩下这些，包括叶氏，便都是我母亲之后的女人。你可以看看这些女人有没有什么奇怪的。这些女人似乎都很相像。像吗？江宁儿闻言仔细瞧了瞧，你看这几个眼睛都一样，下面这3个则是嘴巴都一样，还有就是这些女人，这些个则是眼角都有一颗痣。王爷，你这么一说，好像还真是哎。晋王爷说的没错，我找画师把这些女子画像的特征试着合成了一个女人。二妹妹再看这张就懂了。江婷拿出一张，摊开了，压在所有画像的上方。怎么会跟我这么像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娘跟我说过，父亲有个心爱却得不到的人，于是他便从别的女人身上找寻那人的影子。他这么多女人，除了一心想要生个儿子以外，还有一个原因，便是在这些女人身上追寻那个人的影子。这老逼灯不仅是个色批，还是个变态啊！江宁儿觉得这个画像上的女人应该就是他亲娘。你知道他心爱的这个女人是谁，在哪儿吗？这个女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他大哥江清衡的结发妻子木南哥，就是当年那个名满京城的大才子江清衡，沛国公府的大公子。没错，我一直觉得父亲对二妹妹你的态度最为特别。一开始我不明白，可后来看到二妹妹的脸，我就懂了。因为二妹妹与这位当年沛国公府的大少奶奶木南哥实在是太像了。我真正要给二妹妹的投名状，就是你的身世。我怀疑江清衡与木南哥的女儿。你凭什么如此怀疑？本王查过，当年江清衡死于沙场后，木南哥便殉情自尽了。他死的时候，宁儿根本还没有出生。王爷说的没错，但其实当年江清衡上战场后没多久，木南哥就已经有了1个多月的身孕，此事连江清衡自己都不知道。如果他没死的话，那腹中孩子出生的时间就正好与二妹妹吻合。那为什么江清衡都不知道木南哥当年有孕，你娘却知道？其实这些也是近日我娘知道二妹妹想要招安我之后才告诉我的。因为我娘其实就是江清衡和木南哥的丫鬟。当年江清衡离府后，木南哥总觉得心绪不宁，吃不下小厨房的东西，念叨着我娘的手艺，老国公便让我娘那阵子负责他的饮食。正是在我娘亲的陪伴下，木南哥后来才发现自己的饮食不佳，是因为有孕在身了。你是说木南哥生下我后，我却被抱来成了江映初的女儿？当年叶氏确实同步有孕，也诞下1个胎儿。我母亲担心叶氏若生下嫡子，我会很难熬，所以偷偷去瞧过。当年她藏在暗处，亲眼见到抱出来的是个死掉的男婴。没曾想不出1日的时间，父亲却昭告天下，说叶氏生的是个女儿，便是二妹妹你。之后所有参与了叶氏生产的下人全部都被换了，所以这个事情现在全府除了叶氏和父亲，怕只有我娘知道了。江婷走后，酒楼的房间里便只剩下江宁儿和秦君夜2人。王爷，你觉得江婷的话真假有几分？不好说，但是有一点我也查到，当年木南哥的死讯是江映初发的丧，丧礼也是他办的。如果他真的趁机是把人藏起来弄出的假死，不是没可能。你是如何想的？我觉得不管是真是假，也算是给了我一条我爹娘的私讯。而且江婷今日跟我说这些还是挺有用的，证明他也算是终于倒戈我了。既然他娘亲崔氏是江清衡与木南哥的丫鬟的话，你或许可以直接找他本人问问。毕竟按照江婷所说的这些，应该也都是崔氏的猜测。有机会我定要去见见这位崔姨娘。
他拿起江婷留下的那张画师猜测合成的女子画像，突然觉得很是熟悉，好像自己在哪儿见过这张画才对，可一时之间他又想不起来。江婷离开酒楼之后，便上了自己的马车。回去的路上，他也是心有余悸，因为他也不确定他今日给出的这2个消息，江宁儿到底满不满意。正在他满心思虑时，马车刚刚进入一条暗巷，便遇到了一路杀手的伏击。好在没多久，又来了一个黑衣人，以更加迅猛的姿态把杀手尽数剿灭。黑衣人提着还在滴血的刀，走到了蜷缩在角落里一脸惊恐的江婷面前。你没事吧？你是什么人？我叫明昭。说完，明昭便给他丢了一个药瓶，其中有3颗药丸。这是老大让我给你的。老大？莫非你是指二妹妹？是啊。这是我的解药吗？不是，老大说他其实根本没有给你下毒，这个是给你救命的药，受伤和中毒濒死可以吃，能够保你一命。他吩咐我们暗中保护你，但我们也不可能无时无刻都在，所以你最好能够自保。你们应该不是晋王府的人吧？不是，我们跟你一样是老大自己人。自己人？听到这话，江婷终于可以放心了。这3个字是不是意味着江宁儿是认可他交出去的投名状了？二妹妹到底是什么人？这个等你以后就知道了。你现在还没有做出什么实质性的贡献呢，我还不能告诉你老大的身份。身份？江婷深深叹了一口气，这个二妹妹的能力已经让她惊叹了。这么听起来，她似乎还有不得了的身份。放心吧，跟着老大很好的，以后他会罩着你的。这里这些人我们会处理的，你快走吧。江婷虽心里有万分不解，但还是迅速离开这个地方。走远后，她才再次把那个药瓶拿了出来，心中暗道：但愿这次她没有跟错人吧。翌日，叶氏本还在睡梦中，就被外面的动静给弄醒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外面怎么这么吵？夫人，不好了！二小姐带了一群人来门前闹事，说要找夫人理论。江宁儿，她又来闹什么？我没招着她呀。叶氏挺着孕肚，被嬷嬷搀扶着来到了门前，便瞧见府门前被围得水泄不通，地上摆着几具尸体。大家快来瞧，快来看呀！沛国公府夫人无德无贤，草菅人命了！江宁儿，你在乱喊些什么？哎呀，苍天哪，没有天理了！沛国公府夫人买凶，要我家男人去杀国公府的大少爷，我男人失败了，结果他就把人给杀了。哎呦！是啊，沛国公府黑心干了，我家儿子干这种营生是有错，可大不了把钱退你就是了，你杀人做什么？叶氏这才认出地上这些尸体还真是他安排去刺杀江婷的杀手。你们在说什么？胡说！我何时杀过你们男人和儿子？快来人，把这些闹事的人给我送去官府！你敢做不敢认，我儿子身上还有你买凶杀人的证据呢。好啊，去官府，我们倒要看看你国公夫人买凶杀人该怎么办。快来看哦，国公夫人老弱妇孺都不放过哟！孽女，你在做什么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。昨日我跟大哥一起离开的春江宴，结果在路上遇到了伏击，幸好是王府侍卫将人拿下，我们2人才得以保全性命。我念着他们是刀尖舔血，赚钱不容易，只是把人拿下给了警告就放了，谁曾想他们通通都死了呢。今日这些杀手的家人来我晋王府要赔偿，可我哪里能给？冤有头债有主，自是带着他们来找夫人你呀。你是雇主，自然是要负责的。这时，本是在书房里议事的江映初和江婷也听到了动静，走了出来，正好把江宁儿那番言论听进耳中。江婷先是被一地的尸体愣了一下，万万没想到昨日明昭说他们会解决，是这么个解决法。当真有此事？不敢欺瞒父亲，父亲不是交代儿子与二妹妹说您生辰宴的事情吗？昨日春江宴后，我与二妹妹便去了一家酒楼小聚，出来后我们2人便遇到了伏击。当时在逼问下，这些人确实说是母亲派人来刺杀儿子的，儿子也吓了一跳，但没有证据，不敢贸然跟父亲讲，怕是有人冤枉母亲。老爷，这就是冤枉，你别听他们乱讲，我没有。你闭嘴！叶氏想要辩解，被江映初急声呵斥住，但念着叶氏腹中的胎儿，江映初也没有公然罚他。不管你有没有错，
沛国公府的名声不能被辱没，还不快趁着围观的人不多，把银子拿出来给他们，打发他们赶紧走啊！说完，江映初就因为怕被人非议而先躲回了府中。叶氏没了办法，虽说他没杀这些人，可哑巴亏已经吃下了，只能都给了银子，足足给出去了大几千两，才把他们都弄走。畜生！我根本没有杀人，这些人都是你故意弄来的，是不是？哎呦，不错哟，开始长脑子了吗？是偷偷喝成长快乐了吗？你少跟我打岔！你到底要做什么？还能做什么？自然是不想你好过了。你这个孽女！我是你娘，你怎敢如此冤枉自己亲娘？你会遭雷劈的！叶氏，你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。我知道你根本就不是我娘，就你这种戏子出身的人，也就只能生出江一雪那种不入流的货色，你可生不出我这么聪明的脑瓜子来。你说什么你？江南梨园的花旦夜莺，怎么是来京城太久了，就忘记自己其实是谁了吗？麻雀飞上枝头，也只是飞得高的麻雀，你真以为自己能成凤凰？江宁儿怎么会知道他过往的呢？叶氏心中惊慌不已。江宁儿，你别得意，你现在不过是看着有靖王给你撑腰罢了。一雪很快就要入二皇子为妃了，到时候一雪定不会放过你。哎呦，好厉害的样子哦！但你怕是忘了，江一雪是妃，但只是侧妃，而我才是正儿八经的正妃。就算江一雪进了二皇子府又如何？见了我还不是得对我行礼？而且我这个高江一雪一等的正妃身份，还是叶氏你亲手造成的呢。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直接把你们母女俩给直接弄死吗？不是你们两个人，我进不了晋王府，更是得不到我们家王爷的宠爱。我是念着我的这份好姻缘是你们一手促成的，才留你们母女一条命。可我这次根本就没有惹你。你确实没惹我，但架不住我讨厌你啊！我讨厌你就会整你，不需要理由。让我撞见捉到你的把柄，就是你自己倒霉。江宁儿最后给了叶氏一个白眼儿，哼着快乐的小调离开了。他路过江婷身边的时候，冲其微微眨了眨眼。江婷接收到这个眼神之后，低垂下了头。江婷很清楚地知道，江宁儿今日此举完全是为了保她。日便是二皇子大婚，此次婚事皇室尤为重视，甚至让所有大臣沐休3日。江宁儿趁着这3日，便把秦君夜解毒的事情又提上了日程。秦君夜看着他这次打开针灸包，针的数量分明比之前都要多，有些不解。我记得不是该下月才行针解毒的吗？如果是按照原计划，1年的话是如此，可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面容恢复了，保不齐有些人会开始心思活泛起来，又对你下手。毒不解，你没法子用内力，我担心你有危险，就改变了一下治疗方式。不过加快解毒，你可能会有些难熬，王爷能够坚持吗？放心吧，之前你不在的时候，更难熬的情况我都遇到过，更何况现在有你。那我开始了。王雀和清玄为其脱下外衣，江宁儿便开始施针，针施到一半，秦君也便整个人开始满头大汗。王妃，王爷没事吧？江宁儿没理，继续手上的动作不停，直到749针全部结束。没事，但是应该是太疼了，你们快过来，帮我把王爷送到浴桶里去泡药浴。都说关心则乱，如果是旁的病人，江宁儿断不会有心慌的感觉，可看到秦君夜这副模样，他还是忍不住的会心疼。阿叶，要是很疼，你就叫吼出来，没关系的。秦君夜微微睁开眼睛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再喊一次。阿叶，阿叶。秦君夜没有如江宁儿所说的吃痛的喊出声来，几个呼吸过后，他一下挤呕出一口黑血来。黄雀清玄，快把王爷从浴桶里扶到床上去。等到秦君夜悠悠转醒时，只觉得刚才的疼痛已经不在，周身气息充沛。恭喜王爷，刚才那口黑血就是你的毒，之前的所有治疗就是为了让毒化成毒血在你体内凝聚，这些毒血凝聚一定程度后就比较好排出了。现在你的毒解得七七八八了，顶多再2次，等吐出的血成红色，你的噬魂毒就可以尽解了。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感觉很好，刚才虽疼，可现在明显体内气息通畅无比。王爷，真是太好了，你被这个该死的毒害了那么多年，现在终于眼见着毒就要解掉了。是啊，王妃真的是王爷命定的福星啊！没错，幸好是有了王妃，不然我还以为王爷真要被这个毒害得英年早逝呢。呸呸呸，什么英年早逝？有我堂堂鬼医在，就算是阎王来了，也得在门口给我等着。王妃，你是鬼医？此事不能让别人知晓，明白吗？
清玄和黄雀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但很快也就接受了这个现实。确实啊，他们家王妃这么厉害，他们早就该猜到她是鬼医江离的。王妃，你既然是鬼医的话，你能够解得了王爷的毒，那七皇子的腿呢？可有法子？是啊，我听闻鬼医曾将一个筋骨筋断的人治好了，七皇子的腿骨是不是也可以？确实有给一个坠崖导致筋骨尽断的男人治好过，但他跟小七不同的是，人的筋骨有恢复期，如果是刚刚受伤，3个月内我或许还有复原的办法，可3年的时间，小七的腿骨怕是早就丧失复原的能力了。当真没法子了吗？不过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分析，他当年到底是个怎么回事儿？你们谁能跟我讲讲？当年秋烈的始末，我到现在都还不清楚呢。是怎么？你们居然都不知道？当时我先出的事，清玄和黄雀一心都在我这里。君行是被父皇的人带回来，他们才知道君行出事了。只是根据他身上有利刃造成的伤口，所以猜测应是人为。可君行吃了当时江医学给的药，虽说醒了，可却不记得坠崖前的事情了。就算不记得，身上既然知道有利刃痕迹，也很可疑啊！你父皇都不查吗？几个皇子都出事，用脚底板想都想不出来，跟夺嫡有关系。幕后之人必定也是皇子，但是皇子已经损伤惨重，皇上不舍得再有更多的皇子被连罪，所以定性的意外。江宁儿心知肚明，秋烈这些事情定是2皇子和3皇子坑害他们的。如果天启帝真要追究，他怕是就没有什么有用的儿子了，那么皇室根基必定动摇。这确实是一个帝王会做的决定，可从父亲的角度去想，这个老爹就很要不得了。难怪王爷你一直对你父皇有很深的介意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。但你后来既然醒了，他怎么还这么偏心？老2、老3是同一天出生，那时天有祥云，状似麒麟。玉亲王又带回了关于麒麟之子的谏言，所以父皇一直觉得他们2个有一人是命定的统一7国之人。谏言？什么谏言？说起来，这个谏言也跟我们2人有关。我们？江宁儿听他说完，这才了解了一切的始末。原来当初的赐婚是因为要验证这个高阳道人的谏言，但王爷你明明不是成婚当夜才醒的呀，这什么鬼道人呀？不就是个神棍吗？没错，事实是如此，可从外人看来便不一样了。不过属下倒觉得多亏了这个高阳道人，否则王爷说不定还真娶不到王妃呢。是啊，那王爷的毒也没法子解了。确实，如果不是因为高阳道人那次破庙一夜后，我怕是就再也寻不到你了。所以这个神棍还有点贡献。麒麟之子，2皇子和3皇子2个，从360度看都不像是能一统7国的人呀。能搞统一的君王，从来都是有大才的君王。他们2个有什么？脑子里装的都是屎。而且不管是秦军旗还是秦军林氏，谁当太子都对他们很不利，所以不管最后是谁坐上那个位置，说什么都不能让这2个家伙上去。与此同时的另一边，洛天成之前给大哥的信件得到了回信，大哥派了一个亲信童颜来京中向他传讯。你说什么？大哥要亲自来京城？这太危险了！我当年是年幼，容貌变化大，加上我长得不是那么像爹娘，而是像外公，所以在京中才没人认出来。可是他跟爹长得太像了，容易露馅的。我也这样劝过公子，可还是因为3小姐的事情实在是对他冲击太大了。公子收到2公子您的信件，便欣喜若狂，让属下赶紧带着魏越族的验血珠来找2公子你。公子说，你先想办法取到这个江宁儿的血，你们2人验证。若她真是3小姐，势必不能让她留在天楚国，待在晋王那样一个危险的男人身边，他会立即出发来京城。但是我现在接触下来，感觉妹妹是不会愿意跟晋王分开的，而且她如果自己不愿意，我怕是根本没法子拿她如何。就算是大哥亲自来了，怕是也难。为何？洛天成简单讲了一下这阵子跟江宁儿的相处。此等才华，光是听起来就很像是主上的女儿。江宁儿的才华像爹，性子像娘，长得也跟娘几乎90%相似。对了，这个事情应该还没跟爹讲吧？大公子交代过，说等确定后他才会告知主上，他也不想主上空欢喜，毕竟以主上的性子，若是知晓，定会亲自到京城来，那可就麻烦了。行，我会想办法弄到他的血的。2公子还得快些才行。如今天楚皇室中几位皇子都开始蠢蠢欲动，大公子说，如果3小姐牵扯进皇室夺嫡纷争，就难以脱身了。这个我明白，我会尽快的，让他等我消息。转眼间7月初7，正值七夕节，2皇子大婚之日，整个主街道都是张灯结彩，热闹非凡。2皇子骑在高头大马上，身后带着奢华非常的迎亲队伍，全京城的百姓都夹道欢送。
举城同庆。但是迎亲队伍是去正妃林家接林月寻的，作为同一天出嫁，但是只是侧妃的江一雪这边就显得格外的冷清了。江一雪坐在房中，听到隔壁街的吹拉弹唱，鞭炮齐鸣，只觉得沛国公府安静的凄凉。凭什么这样对我？我出嫁的阵仗，居然连江宁儿当时都不如。本小姐可是沛国公府唯一的嫡女，当然不如喽，因为我是正妃，你只是一个侧妃而已。侧妃出嫁还想排场胜过正妃。江宁儿，你来做什么？谁让你进来的？你以为我想来啊？我是今早奉皇后娘娘旨意，特来给长姐你送嫁的。送嫁？江一雪皱了皱眉，瞧见跟江宁儿一起进屋的还有皇后身边的赵嬷嬷。既然是皇后的旨意，那就有劳妹妹来伺候我穿喜服吧。我伺候你？好呀。江一雪下颌一扬，心想有皇后身边的嬷嬷在这儿，江宁儿不敢不从的。江宁儿笑盈盈的走来，先是给她整理了一下衣领，随后抬手一巴掌就打在了江一雪的脸上。你好大的胆子，你敢打我？不是打你，是你刚才脸上有蚊子，我不想让蚊子毁了你的妆容，不小心下手重了一点而已。你这分明就是借口。哎，又一只，大夏天的蚊子真多。来人，快来人，给我把他拿下！江一雪气愤不已，本是想叫侍卫来教训他，谁料屋子里是进来了人，可不是沛国公府的下人，而是千名带着晋王府的一群暗影，占满了一屋子。嬷嬷刚才看到了吧？那么大的2只蚊子呢，我只是帮长姐拍蚊子，对吧？是打蚊子。见嬷嬷这样说，可有这么多暗影在这儿，她也不敢再多说什么。江宁儿见二人不作声了，又转头看向房间里放置的一箱箱嫁妆。想当初我也是从这个房间里出嫁的，当时江家可没给我准备这么多的嫁妆，说来还是长姐的待遇好，出嫁有这么多东西。你能跟我比？我也没想跟你比，我只是觉得正好，既然来都来了，来人，把嫁妆搬回王府去。你说什么？这些都是我的，你还想抢我嫁妆不成？你别太过分了。我知道是长姐你的，可长姐难道忘了你为了治脸给我写过欠条了？之前你一直说没钱，可现在有这么多钱，不正好可以还给我了吗？放心，你欠我10万两，我不拿多。不行，你们不能拿。可无奈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嫁妆被搬走。恭祝长姐新婚快乐！长姐进了二皇子府，一定要好好服侍二皇子和正妃娘娘哦。我家王爷还等着我呢，我就不陪你了。说完，也不管赵嬷嬷和江一雪是什么表情，大摇大摆地离开了。刚刚走出屋子，就听到了江一雪在里边歇斯底里地喊着：“江宁儿，总有天我一定要杀了你！”江宁儿驻足，微微回了回头，勾唇一笑，想杀他的人可多了，就江一雪这种货色，还真是排不上队。去沛国公府送嫁之后，他就回了王府，睡了个回笼觉，睡到快下午晚宴时才重新起来，跟秦君夜二人上了马车，前往二皇子府。哇，好好的七夕节，我们居然要去参加猪头的婚礼，真扫兴。我们等下可以早些离开，到时候偷偷溜出来，我带你去庙会。真的呀？当然，本王何时忽悠过你？但今日是皇后下旨，要求我们都得参加的，早走的话会不会不好？会不会对我们有影响？怕什么？皇后本就看我们不爽，虎差这一件。再者说，参加就够了。李承后还留下来的，大多都是借这个场合与别人交际。我没有与朝臣结交之意，皇后该高兴才是。王爷，你说成亲后，林家掌管的军机处会帮二皇子吗？会不会对我们有影响？很难。林大人虽是军机处长史，可军机处不光是他一个人的，想要调动没有那么容易。若不是因为百花大典的这个意外，军机处是在老三手上的。就算林家真想投靠老二，老三也定会从中阻拦，这个我们不用操心。如此，江宁儿才安心的点了点头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为了晋王府着想，我们势必不能让二皇子和三皇子夺嫡成功。但斗倒了老二和老三后，所有皇子里最有才能的就是你了。加上你现在容貌又恢复了，你的机会是很大的。到时候你会争那个位置吗？你不是说不想当皇后吗？我是不想，但王爷，你真的不想吗？
吗？真到了那个时候，皇位对你来说就是伸手够一够就可能够到的东西了。或许真到了那个时候，确实会如你所说，父皇可能会想到我，但你不想当皇后，这个皇位于我而言又有什么用？你当真是为了我可以不要那个位置？其实也不全是为了你，而是我确实没有想过要那个位置。那个位置有很多的身不由己，我不喜欢。权势于我本已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。那王爷，你能不能跟我说说，你蛰伏的这3年到底预备之后怎么办？之前我蛰伏，一是因为身体原因，二也是让自己默默强大，为的是想带着小七和母妃离开京城，甚至离开天楚国都行。当然，这是之前的想法，现在不一样了。现在还有你，我想远离皇室纷争，跟你一生一世一双人。我们一家人找个安定地方定居。你若无聊了，我便陪你去江湖里走走；若想回家，我们就安闲度日。但是带母妃出宫不容易吧？是的，难就难在母妃是宫妃，就算不受宠，要离开皇宫也是不容易的。还有军行的腿脚不便，到时候逃离的时候，怕是也险阻重重。所以我也还在准备当中。我也不喜欢京城这种麻烦的地方，就算离了皇室，有你的离雨楼和我的鬼谷门，天下江湖还不是让我们闯？我们一样可以逍遥自在，可以过得比现在更好。没错，我正是这样想的。江宁儿靠在他的肩头，微不可知地吐出一口气来。听到他如此确切地告诉他，他不想要那个位置，江宁儿心中松快不少。此时晋王府里的黄雀已经在桂心小院里转了好多个圈了。今日七夕，他自是也想约魏瑶出游的，但小男生脸皮薄，他有些紧张。转了好多圈之后，准备敲门。哟，他刚想喊说他可以进来吗？救命啊！黄雀听见动静，把门猛地推开，冲了进去。小耀，你怎么了？魏瑶直直地抱住他。黄雀哥哥，有蛇！黄雀知晓他最怕蛇了，连忙拔剑将悬在房梁上的蛇一剑劈成了2段，并丢出了窗外。好了，没事了，蛇我杀死了你。黄雀本是想拍拍他的背，安慰他不用怕，可刚碰到他就发现不对，所以他一低头，映入眼帘的便是一片白花花的东西。黄雀瞳孔地震，连忙想要别开头去，鼻血比他转头的速度更快。黄雀哥哥，你怎么了？黄雀吓得想要脱身离开，二人脚下都沾了不少的水，于是一个人突然后撤，一个猝不及防的朝前，一起摔倒在地。参加完二皇子婚宴的江宁儿觉得庙会要人多才好玩，于是特意先回府喊瑶瑶一起，结果听到这声跌倒的动静，连忙闯了进来，就看见衣衫不整的魏瑶把黄雀压在地上的劲爆画面。我去，王妃你别去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可江宁儿已经火速原路退出。我没看见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你们继续啊。然后把门给关上了。王妃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。秦君夜刚才跟清玄交代事情，所以晚他一步来到桂心小院，刚来就看到江宁儿退出房间的模样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听到黄雀的喊叫了？江宁儿拦住他准备开门的手，并对他表情严肃地做出了一个噤声的动作，然后便将耳朵小心地又贴到了门上。秦君夜看到他这个样子，也跟他一起把耳朵贴了过去。魏瑶摔得有些猛，半天才回过神儿，爬了起来。黄雀哥哥，你怎么样？魏瑶不明白黄雀脸色通红又流鼻血是怎么回事，慌乱地拿了个手边像帕子的东西，只想给他把鼻血擦掉。黄雀本极力的凝神静气，他觉得自己只是看一眼就流这么多鼻血，真是太丢脸了。他不想被魏瑶发现他的小心思，于是一脸刚正地接过他递过来的东西，仔细地擦着。可用那东西擦了擦鼻子之后，他发现帕子的触感很特别，一摊开，黄雀脸色大骇。什么？他刚往脸上擦的竟然是魏瑶洗澡脱下来的肚兜，这下刚刚好不容易止住的鼻血又开始不可抑制地流了出来。天啊，黄雀哥哥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怎么会这样？你怎么又流鼻血了？是不是之前我外公用棍子打你的那次还没好？你等着，我去找李姐姐来。不用，你不用找王妃。你都这样了还不用？你看起来好严重。我不打紧，你先就把衣服穿好，我休息一下就好了。衣服？魏瑶刚才被蛇吓得惊慌失措，连忙钻进了屏风去穿衣服，可不知怎么的，他此时不在了。黄雀反而明显能够听到此时自己的心跳快得不正常。等魏瑶穿戴好出来时，黄雀的鼻血也止住了。你好些了吗？真的不用找李姐姐跟你看看吗？不用，我已经没事了，不需要劳烦王妃。那好吧，你没事就行。
黄雀站起来时，有些东西从他怀里掉落，魏瑶捡起来一看，是一只玉簪子。这本是黄雀今日要送他的七夕礼物，是想等去庙会向他表明心意后再送的。黄雀哥哥怎么也有这个簪子？也为什么是也？魏瑶回身拿出一只簪子展示给他看，这是今日阿贤送我的，这只簪子也是兔子的花样，不过这样看来两只是不同的，好像黄雀哥哥你这只更好看些。阿贤？哪个阿贤？就是平日给府里小厨房送菜的那个阿贤啊。之前有次我去厨房找吃的，正好碰到他来送东西，那天他失手把送的土豆撒了，被他老板骂个不停，我就帮他一起捡。他问我是谁，我就按李姐姐教我的，对外说我是王府里的丫鬟。后来我接连好几日去厨房都能碰着他，他今日早上见了我就给了我这个，还约我晚上去游湖。黄雀的脸色猛地一沉，今日是七夕，又送簪子又约游湖，这个阿贤动的什么心思？他用脚底板都能想得出来。那你答应他了？我没有，我跟他又不熟悉，我怕他万一是坏人，想借我这里为突破口，对李姐姐不利呢。黄雀捂着胸口一个大喘气，庆幸他虽对感情不那么开窍，但是其他的事情还是很机灵的。既然你不相信他，你还收他送的簪子？不是我要收的，是他把东西塞到我手里就跑掉了，我追都追不上，没办法，我只能先拿回来放着了。黄雀听到这儿磨了磨牙，这个什么阿贤也太轻浮了吧，这才见人姑娘几次啊，就敢约人七夕游湖了。黄雀哥哥，你怎么脸色不太好，好像不高兴的样子？黄雀想了想，把魏瑶手中那个阿贤送的簪子丢到了一旁，然后把自己的那只给他戴上。这是我买来送你的。送我的？魏瑶愣了一下，很快心中就有一股莫名的喜悦涌现。谢谢黄雀哥哥。你以后不要再收别的男子送你的东西了，明白吗？为什么？我外公还有鬼谷门那些叔伯每年生辰都送我东西，我为什么不能收？你外公他们不一样，他们都是男子，怎么又不一样了？你到底怎么了？黄雀的手紧张地握成拳头，发现自己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才好，最后干脆鼓起勇气准备表白。小耀，因为我对你……砰的一声，房门打开，跌进了两个人来，就看到秦君夜脸色惊慌地搂着江宁儿的腰，险些就要摔倒了。都怪你，非要推我。是，怪我，都是我的错。黄雀，你听到了，都是你们家王爷害的，可跟我没关系啊。黄雀一脸窘迫，而秦君夜满脸无奈。见场面有些尴尬，江宁儿只能干笑了两声，扯开话题。要不要去七夕庙会？我跟王爷是来喊你们一起去庙会玩的。好呀，我出去准备一下。李姐姐，你们等我一下。黄雀的表白被打断，整个人耷拉着脑袋。王爷王妃，那我也去安排一下。说完就急速逃走了。王爷，我是不是坏事了？是那小子自己不干脆，已经给他制造机会，整日都在一起了，却还没个菜贩子速度快，他活该，怪不得别人。哎呀，你别这样说，小黄雀只是比较纯情而已，这可是很难得的品质。纯情有什么用？追女孩子还是得不要脸一点才行，像他这样畏手畏脚的太怂了。发现江宁儿用一种古怪的眼神看他，经验之谈罢了，纯情只能喝西北风，是吃不到肉的。他若是不够主动的话，难不成还等魏瑶主动不成？那等下去庙会，我们想办法给他们制造点单独相处的时间，再给黄雀点机会。如此可行。走吧，不是要去庙会吗？去晚了怕是人更多了。说着，两人就朝月老庙而去。王爷王妃怎么走了？他们去哪儿了？他们去月老庙了，我们去那边找他们吧。行，那我们也过去。二人刚要出发，越来越多的人差点把他们也彼此冲散。黄雀怕魏瑶被挤到，一把抓住了他的手，并把他朝自己这边一扯。魏瑶被他这一下惯性带进了怀里。怎么样，没被撞到吧？没有。人多我怕你挤到，我护着你走吧。二人贴得很近，外面虽繁杂，他却清晰地感受到了黄雀的心跳很快。那好，我们快去找李姐姐他们吧。秦君夜和江宁儿率先达到了七夕圣地月老庙，江宁儿刚想进去，被秦君夜拉住。你进去做什么？来了庙，自然是进去求神拜佛喽。你的姻缘已经在我这儿了，你还想求谁？江宁儿揶揄了一下，发现也对。哎呀，我也就是想过个节应个景，没想那么多，那不是千里迢迢白来了，
怕我刚才还被挤得鞋都被人踩了好几脚。倒也不会白来，我们可以直接去升级的下一站。庙还有升级的说法？我知道前面有一个送子观音，听大理寺的人说很灵验。王爷，真是看不出来你是这么迷信的人啊。秦君夜本是不信神佛的，因为他之前的人生一直都是觉得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上，只要他够拼够努力，想要的东西都可以得到。可有一件事情他觉得自己好像做不了主，只能寄心于神佛。行吧，反正来都来了，那我们去吧。这边二人刚牵手离开，另外二人终于从拥挤的街道来到了月老庙前。这里人没那么多了，黄雀哥哥，你放开我吧，我需要喘一喘。如此，黄雀才恋恋不舍地松开了他。黄雀哥哥，他们拿的是什么？好像是姻缘牌，写上你对姻缘的愿望，丢到那棵姻缘树上，向月老祈求，丢得越高，成真的概率就越大。听起来很好玩的样子，我们也去写。你也想求姻缘？哎呀，来都来了嘛，自然要玩玩。你要不要也写个？碧瑶从庙主手中拿了2个姻缘牌，然后分给了黄雀1个，之后便自顾自地写了起来。黄雀看到他低头，一脸认真地在姻缘牌上写画画的，心中泛起一些思绪，不知道他会写些什么，又想求什么样子的姻缘呢？二人来到姻缘树下，魏瑶把自己写的给他，你帮我丢吧，我力气小，肯定丢不高，那样愿望就很难实现了。黄雀看到他一脸期许的样子，默了一下，决定有些话要在姻缘牌抛出之前跟他表明。小耀，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？你对我很好啊，干嘛突然问这个？那你知道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好是什么意思吗？魏瑶没有说话，只是茫然地看他。你知道今日那个阿贤送你簪子是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感谢我之前帮他捡土豆？不是这个意思，在京城有个礼俗，七夕送簪有结发之意，若女子收下，便代表同意。结发？你是说结发为夫妻？没错。但我没想跟他为夫妻啊，我只是没来得及还给他而已。魏瑶想了想，然后领悟了过来。啊，那你不是也在今日送我簪子吗？黄雀哥哥，你是不是想当我夫君？我们之前孤男寡女在山洞共处过一夜，其实我本就理应娶你。你想娶我，就是因为这个吗？不是，不光是因为这个，还因为我喜欢你，我想跟你在一起。魏瑶清晰了一口气，双眼微睁，一时间有些说不出话来。我知道王妃跟我说过，我该对你负责，应该当时还在鬼谷门的时候就跟你卖公提亲，但我那个时候什么都没说，是因为我不确定你是怎么想的。说到这儿，黄雀连忙3指向天，做了一个我发誓的动作。当然，我绝对不是不愿意负责的意思，而是我怕万一你不喜欢我，却因此被逼得非要嫁给我的话，你并不会高兴。如果我不顾你的想法，那我跟当初想要设计以此逼迫你嫁的那个李旭根本没有区别。先听到黄雀说因为山洞一夜有肌肤之亲要娶她时，他心里还有些失落，可听到他说他喜欢自己后，魏瑶明显感觉到心里有什么雀跃了起来。那你在鬼谷门时也没问过我愿不愿意啊？可能因为当时我也很迷茫吧，同时我也知道自己现在还没有强大到娶鬼谷门大小姐的资本，我也想给你一些时间，让你清楚对我什么感觉，到底是把我当成玩伴一样的哥哥，还是……我其实也说不好把你当成什么。黄雀一听到这话，心里就咯噔一下，猛地沉了下去，想说完了，他害怕的事情是不是要发生了？但我知道你走后我挺想你的，比我以前想李姐姐还想。我其实也奇怪，明明当时就只跟你相处了1个月而已，而我跟李姐姐都认识那么多年了。是想我陪你玩，还是单纯想见我？应该是想见你。来到京城见到你，我才有那种安心的感觉，这个感觉才停止。黄雀仿佛听到自己心里放了一朵盛大的烟花，这两者的区别他还是知道的。他的嘴角不可抑制地扬了起来，激动地跑到一边开始捶树。他扬手间瞥到了魏瑶写的姻缘牌，想每天都能见到黄雀哥哥。原来魏瑶的愿望里有他，只有做夫妻能做到每天见面直到永远。你知不知道，你想这个心愿达成的话，是得嫁给我才行的。你不是说簪子是结发之意吗？我都收下了，不就是答应嫁给你了吗？真答应了？那等你及笄，我就去跟鬼谷门你外公提亲。你还小，我们先定亲。魏瑶想了一下，然后甜笑着点了点头。
黄雀得到这个答复，开始翻跟头。魏瑶没想到他会激动成这样，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，开始喊他：黄雀哥哥，你快别翻了，庙主说了，写好后一炷香的要丢上去的，吉时要过了，快丢，越高越好。哦，对。黄雀闻声抬头看了眼足有数十米高的大树，然后腾身而起，轻踩了几下树枝，直接使着轻功跃到了树顶，把刚才二人写的姻缘牌挂在了最高的顶部，并且打了个死结。而黄雀写的是祈愿求娶魏瑶为妻。黄雀这番举动惊动了周遭的人，见他双手摊开轻松落地后，不少路人纷纷鼓掌，表示少年好轻功。魏瑶也小跑过去，兴奋地拉住他你真的挂得好高啊！黄雀则兴奋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，将他的手牵入掌心，然后跟他一同看着盛满了祈愿的姻缘树，笑得无比开心。不过我跟你成亲后，是不是也晚上不能出房门了？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你说让我晚上都不要找黎姐姐，说她晚上都出不了门，我要是嫁给你，你也会不许我晚上出门吗？我那说的是……黄雀噎了半天，觉得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法跟他解释。我应该不会吧？黄雀，你也太实诚了吧，第一次看人这样挂姻缘牌的。王妃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王爷呢？他没跟你一起吗？之前是一起的，但我刚才看到有人拿着糖人儿，说也想要，他便替我买去了。等一会儿他应该就会过来跟我们碰头的。这时月老庙里开始传出一阵骚动，不少人惊慌地往外跑，刚想着怎么回事啊，走水了，庙里走水了！上香都是明火，走水也是常事，但许是今日人太多了，火势似乎还不小，吓到了不少人。不少香客都纷纷惊慌了起来，集体往外走。幸是黄雀牵着魏瑶，二人才没有被汹涌的人潮冲散，但江宁儿被人潮带去了离他们越来越远的地方。江宁儿本想着人潮散了再去找他们，但不知是何人突然扼住了他的手腕，跟我走，紧接着就大力拽着他离开。黎姐姐，王妃。秦君夜在回月老庙的路上，远远的就看见走水的动静，于是连忙使着轻功赶了过来。怎么回事？宁儿呢？王爷不好了，王妃刚才被一个陌生人给带走了。你说什么？将宁儿被面具男带走之后，就被丢进了一个郊外的茅草屋里，手脚也都被绑了起来。这种情况看起来就很像是他遇到了绑架贩子，但如此境遇，他不仅不慌，反而悠哉地打了个哈欠。等了半天，见始作俑者还不来，于是3两下就把手脚上的麻绳给松开，并在小茅屋里像个退休的老干部一样，一边做着扩胸运动，一边来回散步，活动下筋骨。人在里面了。是，按主子的吩咐把人抓来了。可终于来了。江宁儿听见了动静，连忙又窝回了那个角落，并把麻绳重新给自己的手脚又系上，又把墙灰往脸上抹了抹，才再次闭眼倒了下去。一声响后，2个面具男推门而入。人在这儿了，按主子你的要求办的。我这样要求你的，你怎么他了？没有，我真没有。我按照主子你说的轻抓轻放，就怕把他弄伤了。属下也不知道姑娘怎么会成这样的。老虎脸连忙过去把人扶了起来，替他号着脉。可号了一下，发现他呼吸平顺，脉象正常，这才松了口气。这时他瞧见墙上灰尘的痕迹，有明显刚刚被人擦过的样子，疑惑了一阵后，想起江宁儿的性子，抬手就给他脑门上一记暴力。鬼丫头，再跟我装！你怎么还真打呀？好疼啊！被你打傻了可怎么办？我揍你都是轻的。麻绳绑得我好疼，手都被磨红了。虽能明显看到面具之下的人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但还是伸手帮他把手上的麻绳给解掉了。不是说了让你找最细腻的麻绳吗？猴子脸捂着脑袋，敢怒不敢言，心想这已经是他能找到的最细的了。师兄你最好了，不如脚上也帮我解了吧。这声师兄让花竹枝恢复了一些理智，意识到了这个丫头果然一开始就知道是谁在帮她了。少在那给我嬉皮笑脸的，人给我做端正了。江宁儿表情一正，瞬间收回了腿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模样乖巧的像个3好学生一样。老实交代，西凉郡主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什么西凉郡主？我不知道啊。你还敢说你不知道？金羽翎是我给你，让你去南诏国这方面找我的。为什么这个东西后来会出现在这个西凉郡主的
手上。那个男人婆现在硬说这是我给她的定情信物，逼我娶她。最麻烦的是我跟国君解释都解释不清楚。哈，男人婆，师兄你眼睛是不是瞎了？人西凉郡主人靓板顺，明明是个不可多得的大美人，人姑娘胸多大呀？你居然说别人是男人婆？哼，鬼丫头，终于肯承认了是吧？好，我承认就是了。我是1年前到过西凉，你也知道，我一直在找重塑我经脉的几味药材，其中有一味药材叫断龙骨，就是这个西凉郡主的嫁妆。那时正值她比武招亲，我要拿她嫁妆，不得娶她呀，所以你就易容成我的样子去参加的比武招亲。江宁儿抿着嘴点了点头。你就不能随便找个别的身份吗？非要坑我？才不是呢，你是我亲师兄，我当然不是要坑你，我是没有办法。师兄你想啊，人是郡主，比武招亲的人身份也是有门槛的，总不能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参加吧。我若是易容成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，我连擂台都上不去，所以只能用你南诏国世子的身份上去的。师兄你都不知道，西凉民风彪悍，我也没想到我赢了他的当天，拜堂都还没有拜，他就夜里潜入我房里要脱我衣服，还要跟我洞房。情急之下，我只能花言巧语先哄着，然后趁机把他迷晕才跑掉的。你就没想过用我的身份他会来找我吗？我当然是想过呀，本来我想他就算找你，你身边有人证明你那个时候没有去过西凉，说是有人冒充的就行了。哪里想得到他脱我衣服的时候，从我身上把你给我的金羽翎给摸走了，我也是离开西凉后才发现的东西掉了。师兄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人郡主年龄正合适，身份也合适，你们两个在一起，那直接就是两国邦交了，多大的好事啊！不如你就……江宁儿还没说完，就看面具下花竹枝投来一记眼刀。好吧，不行的话，我去跟这个郡主解释一下，我把断龙骨还他就好了。好了，那倒也不用，你重塑经脉要紧，断龙骨稀有，没了你不知道要找到什么时候了。那你是准备为了我牺牲色相从了他吗？那我可太感动了。我牺牲你个头啊！那你准备拿这个西凉郡主的婚事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我之前是不知道原委，现在既然明白了，我去跟他解释一下，大不了一物换一物，我手中有可以跟断龙骨匹敌的药材，我还给他就是了。这个方法倒是可行，我也愿意给他一些补药作为弥补，从此我鬼医江离，欠他一个人情，他若是要求医，我毫无怨言，分文不收。行了，这个事情我之后自会处理的，先不说我这事了，我来找你也主要不是为了这个，你这边怎么样？见师兄不生气了，江宁儿就放松了，他站起身，拍了拍裙角上的灰。什么怎么样？我这次来天楚是跟着南诏使团来的，但是我在来的路上就已经听到一些风言风语，我实在等不及，所以才先脱离使团，偷跑来的京城，想找你确认一下。啊，风言风语，你听到什么了？我一路都在听说你跟剑王恩爱两不疑，居然有这种事，假的吧？把你手给我。你要我手做什么？还能做什么？自然是检查你的手工杀。你应该还记得我说的话，没让那个剑王欺负你吧？这个就不用检查了吧？怕什么？你当初手工杀还是我给点上的呢。哥哥检查一下怎么了？你心虚？谁心虚？我才没有。没有那就给我看看。喂，你！花竹枝本想上手抓他，江宁儿轻功一闪便躲开了。这下花竹枝自然察觉到有问题了，于是越发不可能就这么放过他。于是茅草屋里师兄妹二人开始你追我逃。鬼丫头，你给我站住！秦君夜与洛天成是在街上遇见的，听说江宁儿被人劫走了，洛天成便说什么都要跟着他。于是等到二人来到茅草屋外时，便听到里面嘈杂的声音。呀，你干嘛呀？不要！你不要什么不要？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我都说了没有？还说没有？哎，你别扯我袖子！秦君夜和洛天成听到屋子里江宁儿的喊叫，即刻就推门闯了进去。一下便看到江宁儿一身灰头土脸的，正被一个面具男拉扯。花竹枝并没有认出秦君夜，但也察觉到来者不善，怕是来找他麻烦的，下意识就把江宁儿的手腕拉住。走！但秦君夜和洛天成看到这一幕，都以为是江宁儿被欺负了，几乎同时向他出手。花竹枝推开了江宁儿，一人与他们两个对战。三人迅速从茅草屋打到了屋外。
糟了！等到江宁儿追出屋外时，花竹枝已经不敌倒地。江宁儿使着轻功，火速伸手挡在了花竹枝的面前。花竹枝则是捂着胸口，艰难地站了起来。我伤到你了吗？没有，我没事儿。你叫他王爷，他是晋王。秦君夜看向说话的花竹枝，眉眼一立，江宁儿连忙拍着他的胸口安抚他。王爷你也别气，他是我师兄。看到对面那人揭下面具，露出一张妖孽般的脸庞来，秦君夜怔住了，居然真的是花竹枝。而对面的花竹枝也是一脸诧异的看向秦君夜，没想到这个丑王爷面具之下的脸能长成这样。那他绑走你做什么？这个我晚点跟你解释。江宁儿说完，连忙转身跑到花竹枝的身边，替他查看伤势。怎么样，好些没有？好些了。但没想到他一说完，趁机抓住他号脉的手腕，将他袖子一撩。你手工杀呢？我最后他实在是不敢面对师兄那冒火的眼神，连忙跑到了秦君夜的背后当鸵鸟。你不是答应过我1年时间内都不会跟我师妹同房的吗？你个混蛋流氓，你无耻，你烂心烂肺，你色胆包天！我跟宁儿是拜过天地名正言顺的夫妻，同房有什么可奇怪的？你就算是他师兄，但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一些？但你说话不算话，我怎么能把师妹交托你这种人？还有，你还想不想解毒了？你不是鬼医，宁儿才是，她愿意给我解就行了，你说了不算。你连这个都告诉她了？你忘了你当初是怎么跟我说的了？你说你在晋王府只是权宜之计，找到凤血丹就会离开。秦君夜则是听到这话，身子一僵，心绪猛地一沉。你竟然计划着要离开？我那是……小林，你跟我讲，不用怕的，是不是这个家伙强迫你的？是的话，师兄一定替你废了他。花公子，你说反了，第一次是你师妹推倒的我。江宁儿是目瞪口呆，花竹枝和洛天成也是同恐地震。我们在成婚前我就已经被他睡了，你上次看到的他的手工纱就已经是假的了。小黎，你居然上次就在骗我！师兄，你先听我解释，我当时是中了江阴雪给我下的药，刚好遇到了他，就把他打晕，拖破庙里当解药了。后来没想到刚好又替嫁给了他。洛天成深吸了一口气，不敢置信地看着他。我不是有意骗你的，我知道你肯定会生气，所以不敢跟你讲嘛。而且那个时候我确实跟阿叶还没有确定感情，但你走后，我是真的跟他相爱了，所以棒打鸳鸯是不道德的，你不能这么做。秦君夜，打一架吧。你伤都还没好，你怎么还要打？而且你打得赢他吗？无碍，他想打我就陪他打，这关我总是要过的。可是江宁儿想劝，但秦君夜已经上前2步。本王让你一只手。谁要你上了？本王不让的话，你根本打不到我。你个臭流氓，侮辱谁呢？说完，二人就再次交战了起来。过了几招，江宁儿觉得应该够了，便想上前阻拦，被一旁的洛天成拉住。你别过去，让他们打。你凑什么热闹？我师兄要是再被打伤怎么办？放心吧，你师兄不会受伤的。我敢说，被打的只会是秦君夜。那我们家王爷也不能被打呀。秦君夜不挨几下揍，你这个师兄不会消气的。你若拦住了，他们这个怨气就一直没法解除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又不认识我师兄。我就是知道，因为我也有妹妹。我理解你师兄的情绪，要是我妹妹被个我并不认可的男人抢走，我也会想打那个家伙一顿出气。但我知道，这个人真是对我妹妹好的话，打过了气也就会消掉。这是所有哥哥的想法。当真？信我吧，我相信秦君夜也懂这个道理，才会选择让一只手的。敢站着让你师兄打的话，你师兄也打不尽兴，就来要我再挨揍。他这个处理方法其实很好。洛天成话音刚落，那边便传来一个拳头到肉的声音。果然，秦君夜很结实地挨了花竹枝一拳。阿叶！江宁儿惊慌地喊了一声：“师兄，你怎么还真打呀？你把他打坏了，我要当寡妇的。”如今我们都是被彼此打伤过了，算是扯平了。那就多谢师兄手下留情了。谁他妈是你师兄？少在那乱喊！我只是说扯平了，可没说就承认你是我师妹夫了。阿叶！江宁儿急急跑了过来。阿七，我们走。说完便跟随从二人消失在了黑夜里，返回南诏使团。洛天成则是抱手站在一旁观看着这一切，感叹秦君夜今日似乎又让他有了新的改观了。于是他也没有多言，默默离开了。
回到王府后，清玄看到秦君夜脸上的伤，吓了一跳。天哪，王爷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会这样？但秦君夜没有搭理清玄，而是拉着江宁儿径直就回到房间去了。脱衣服，我给你看看伤。江宁儿说完，就赶紧去柜子里拿出自己的药箱来，再转过身见秦君夜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，纹丝未动。江宁儿摇了摇头，只得自己上手。可刚要解开他的腰带，就被他按住了手。你干嘛？下一刻，他就被他紧紧地按进了怀里。你的计划是，一旦拿到了凤血丹，你就要离开是吗？江宁儿贴在他胸口，听着他狂乱的心跳，感受到了他此时的不安。他也没想到，只是师兄的一句话，他竟会介怀成这样。我确实之前刚进王府时是这么想的，但是现在没有这个计划了。你也知道，那个时候你别扭的紧，我也不知道你的心意。你清楚我的性子，在那个时候自然不会想着在晋王府待一辈子，但现在不一样了。我在王府过得这么舒服，谁不想当个快乐的米虫呀？难道你对王府的留恋就只是让你生活上觉得过得舒心吗？当然不是，像王爷这种身材样貌都一流，还气大活好的夫君，也就是我运气好，否则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。既然被我遇到了，我才不会放手呢。他褪下他的上衣，开始检查他的伤势。疼吗？秦君夜没有回答，只是轻轻摇头望着他。看来真如洛天成所说，师兄就是出气，并没有真的下手那么重。王只有这副皮囊能留得住你吗？自然不是，还因为王爷宠我护我，我一心悦于你，王爷已经留住了我的心，自然我的人也不会离开。你若不离，我便不弃，就算不是晋王府也好，你在哪儿我就会在哪儿。这话听得秦君夜极合心意，他情不自禁地低头就吻住了他。等江宁儿回过神来时，自己已经被抽走了腰带，并被他带到了床边。不行，你有伤。就是因为有伤，所以才需要你更仔细检查才行。你的伤我刚才都已经检查过了，没什么大碍，不用再检查了，你别想。既然没有大碍，那也就是没什么不行的了。江宁儿心想，这个秦老六啊，真是越来越狡猾了。而且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？我就是知道，今日我打地铺算了，免得碰到你的伤。当真不想睡本王？明明刚才都看着我吞口水了。这家伙居然学会勾引他了。正好我今日有伤，你可以想怎么睡就怎么睡，一切随你心意来，如何？哼，你笑什么笑？我在笑你不老实，明明就很想，还不承认。他贴在他耳边低语，我也想。没了腰带束缚的衣衫很快就被他褪下，扔出床幔，密密麻麻的吻从他的脖颈蔓延到他光洁的肩头。第二日醒来时，本不那么疼的伤势却突然爆炸似的疼了起来。江宁儿仔细检查了一下，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这套点穴术一旦被触发就不可逆了，所以我也没办法。你疼过这几个时辰就好了的，就是恐怕之后几天还会手脚酸软一阵子，所以你这几日就禁欲禁欲吧。我跟我自己妻子亲近，他怎就这么大的意见？王爷，你想啊，你要是以后真的有个女儿，你从她蹒跚学步起开始看着她长大，有天她要嫁人，被人压在床上脱衣服，这样那样，你能接受呀？不行，那本王会想杀了那个人。所以你明白我师兄了吗？我师兄就是这么看着我长大的，也就是碍于我喜欢你，怕你死了我会伤心，不然你以为他昨夜不想杀你啊？好吧，我开始理解他了。也怪你自己，你说你干嘛没事说破庙那夜的事情激他，你不说，他说不准还不会对你下这种黑手，你也不用遭这个罪了。不是我激他，而是他想发泄，自然就让他发泄出来。遭罪就遭罪吧，这个疼还不及噬魂毒发时的一半，我受得住。而且被打能得到你，这个罪遭的也不亏，我甘之如饴。不是很懂你们男人的思维，他打不打，我不都是你妻子吗？什么叫被打了才能得到我？你不用懂男人的思维，只要知道我被打得很直就行了。今日这一遭倒是让我解开了一个心结。你有心结？什么心结？我之前其实很吃你师兄的醋，可我怎么记得某人之前跟我说的是没有吃醋呀？你也说了，我那个时候别扭的紧，所以我不愿意在你面前承认罢了。实则当初的半城诡异出现时，我看到你们两个那般亲近，醋到几乎丧失理智。我从未如此在意和介意一个男人，花竹枝是第一个。可你在意我师兄什么呢？在意他比我懂你，在意你更信任他，也觉得他会不会对你还有别的心思。但昨夜我彻底明白了，你师兄确实是把你当亲妹妹看待，说他针对你有这些心思，他会直接杀我，而不是如今这样捉弄我这么简单了。所以王爷你也
看到了，我师兄就算打不赢你，也是可以弄得你痛不欲生的。我虽没有父母，可有师兄撑腰。你要是以后敢欺负我，对我不好，我师兄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放心吧，本王一定会对你好的，将你放在我性命之上。果然如江宁儿所说，秦君夜疼痛过后便无大碍了，就是身子还是酸软无力，需要卧床休息。期视频感谢转转赞助，转转的2手手机特别划算，我这苹果13 Pro Max 只花了3100，比新机便宜2000多，而且经过转转官方验机，质量靠谱，上面的平板也不错，买靠谱的2手，我推荐转转。如此，他连大理寺都不能去，只能称病告假即是。正好江宁儿皇家学院不日就要大考在即，秦君夜这几日便可以在屋子里教导他一下数学。这时清玄敲门走了进来。怎么了？神色如此慌张。王爷，前方来报，龙渊国已经大败赤河国，赤河国已经成为历史，没了。秦君夜神色一震，西国之中，赤河虽最小，可再小也是个国，怎么突然说没就没了？之前多国都想过瓜分赤河，可都被赤河防御下来了。龙渊不是才开战吗？怎么会这么快就攻破了？据消息说，此次是龙渊太子亲自带兵，前后不到3个月就破了赤河都城的城门，都直接入主都城了，那不是死很多无辜百姓？这位太子倒是一个大德之人，虽破了城门，但凡是缴械投降者不杀，百姓不杀，官员也都只是看押，给他们机会投诚，只是把赤河的几个贪官污吏和皇室处置了。赤河国君暴政已久，早就弄得民不聊生，于是城中的人很快便都选择投降。之前只知道这位太子是个奇才，可没想到会这样厉害，能如此兵不血刃直拿都城，想必前期怕是下了不少功夫。所以从此7国变6国了，那龙渊的板块不是一下大了不少？之前7国之间还保留着一丝默契，正是因为7国各自有优势，能相互制衡，所以7国还能相安无事。可龙渊国此举无疑是已经打破了这个平衡，就是不知道将来会是如何了。我没记错的话，版图上龙渊国相邻的应该是南诏和西凉，他们既然打了赤河，下一步会不会是要攻击南诏和西凉啊？我师兄他们南诏国突然来访天楚，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？确实是有这个可能，否则按道理每年南诏来访不该是这个时间。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，龙渊刚打完仗，短时间没那么快恢复元气，我想他们几年内都不会随意向西南2国发难。南诏也不是个软骨头，不是那么好侵占的。这个龙渊之前感觉都没什么动静，我还一直以为这个国家不怎么样呢。这就是王妃有所不知了。各国皇室大多人丁兴旺，可龙渊国君据说是先皇后死后，后宫一个人都没有，子嗣也只有一个封为太子的大皇子和一个极为神秘的2皇子，所以几国一直都觉得这个国君如此看重男女之情，必定成不了大气候。可就李雨楼查到所知，此前龙渊因为国土地理位置不占优势，确实发展的不算红火。可自从10几年前先皇景阳帝登基后，龙渊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的发展着。只是这位景阳帝极其低调，又几乎不与别国建交，所以龙渊之前才在7国之中没什么名声，还是个闷声发大财的主呀。本来7国之中大多以国土面积最大最强的天楚国马首是瞻，而此次龙渊之举，7国中霸主国的位置怕是要更换了。此时消息也传到了宫中，天启帝坐在龙椅上，一脸的愁容，他面前的几个大臣也是惶恐至极，连一向逍遥万事不愁的秦天玉都难见的表情凝重了起来。皇兄，值此之际，臣弟觉得该跟龙渊国建立邦交，互通有无，才能保万世安宁。玉亲王之前不理政事，有所不知啊，我们其实很早就想与龙渊建交了，可龙渊压根就不理我们呀！还有这种事？是啊，皇上早几年就已经发现了龙渊的强大，甚至还亲笔御书寄往了龙渊，送过礼，还送过美人，甚至主动说过送公主过去和亲，与龙渊交好。结果龙渊礼不必要，送去的美女也都被削去了头发，遣了回来，连皇上亲笔书写都被撕成了2半呢。但本王记得倚天天主跟龙渊还有过往来的，怎么突然就是这种态度了？并非是突然，而是自从这个景阳帝登基后，便主动切断了与天楚的一切商贸与往来。天启帝头都疼了，摆手让所有臣子都退下，唯独留下了秦天玉。不知皇兄有何吩咐？天启帝眼神示意，一旁的大太监徐孝全便拿出了一个锦盒来，在秦天玉的面前打开。秦天玉看到其中的东西，愣了一下。这是当初朕让你去请高阳道人为天楚国运所算出的命数，可还记得？自是记得的。当时你并没有回来，
只是让人将这封信送了回来。朕想问你的是，这2则谏言你可有写错？臣弟当时被高阳道人留住，但知皇兄心急，所以才让人先把消息带回皇宫。这确实是臣弟当时亲笔所写，并没有错。得真龙麒麟子，可得尽天下。会不会这真龙麒麟子并不是指朕的2位皇子，是另有其人？皇兄为何会这样想？得尽天下，也就是统一7国，能做到如此的，必是大才。且不谈景阳帝，光是他这位太子亲自领兵力破赤河国城邦，你觉得朕这2个儿子哪个可以与之匹敌？这臣弟不敢妄议皇子。你是不敢，还是你也清楚，他们根本无一人可以比过景阳帝之子？见秦天玉低头不语，天启帝自嘲般的冷笑了一声：你不说，朕也清楚。他们2人虽然都是朕得意的儿子，可如今跟景阳帝的太子一比，朕才发现差距。他们2个不管是谁，莫说是一统7国，就算是接朕的位置，都还差火候。皇子还年轻，需要多磨练。皇兄或许可以多些耐心，也给2位皇子一些机会。可景阳帝的这位太子年岁也跟他们相似，怎就能比他们强那么多呢？见秦天玉再次沉默，天启帝吐出了一口浊气来。不过眼下朕还有一子。皇兄失职。朕听闻你近日跟晋王走得还挺近，以你之见，晋王与麒麟2位皇子比如何？晋王，臣弟并非是与晋王走得近，而是皇兄也知，晋王妃是臣弟的亲传弟子，是晋王夫妇感情恩爱，形影不离。晋王常常伴其左右，臣弟只要与徒儿见面，晋王大多都是在的。朕也听说了春江宴一事，江宁儿能胜过萧阁老，这事朕也很意外。起初朕还以为是因为你忘不掉故人，觉得他与木南哥长得相像，才收他做亲传弟子的。可现在看来，你倒确实是因才选的人。朕第一次在晋王府喜房中见到江宁儿时，也差点就要以为她是木南哥的女儿了。不知玉亲王可有此感？臣弟第一次见江宁儿时也有诧异，以为是见到故人了，可后来知晓她是国公爷之女后，便没觉得奇怪了。哦，你当真没有怀疑过？皇兄莫是忘了，当年的木南哥是臣弟亲自敛的官，他不可能死后还生下一个女儿。且国公夫人叶氏本就跟南哥姐姐相像，生的女儿像她也不奇怪。期视频由美团赞助播出，我出去消费都是美团团购，团美式茶饮5折起，吃一顿火锅能省100-200。5一出游，吃喝玩乐我推荐美团团购。你说的没错，朕也查过，江宁儿的出生是在木南哥死后。行了，皇家学院大考在即，朕也不拘着你在宫中了，忙你的去吧。毕竟为天抽选拔未来人才，也是重中之重的责任，无你可不行。如此，臣弟就告退了。秦天玉离开之后，天启帝的脸色渐渐沉了下来。你刚在一旁看小13的表情，可有什么不对的吗？除了皇上，您提起国公府大少奶奶木南哥时，王爷微微愣了一下神儿，其他的时候，王爷都很镇定。朕也发现了。那你觉得他愣神的那一下，在想些什么？当年玉亲王年幼时，像个小跟班，日日围在这位木南哥的身旁。木南哥得知前线消息上吊自尽后，玉亲王更是悲痛欲绝。老奴还记得，玉亲王当时闯进了国公府灵堂，守着棺椁，哭了几天几日，不许任何人将其下葬。那时皇上还曾命老奴去国公府劝过，老奴也算看着王爷长大的。王爷伤心的样子，老奴现在都还记忆深刻。王爷的这份心思虽从未明说过，可是老奴也算看得出来，王爷对木南哥用情很深。所以你是觉得他刚才的神色只是因为听到故人名讳难受，不是因为别的？有没有可能正因为用情太深，所以向朕隐瞒了顾南哥有女一事？是老奴的不是，老奴不该揣测王爷的意思。罢了，
但愿是朕想多了吧。那刚才朕所说的，你觉得晋王与麒麟2位皇子比又如何？徐孝全一下跪着匍匐在了地上。皇上啊，您就别折煞老奴了，玉亲王都不敢议论皇子，老奴哪里敢呐？老奴惶恐啊！天启帝走下龙椅，责了徐孝全一声：老东西，瞧你那样子，逗你一下而已，跟在朕的身边还如此不惊吓，怎的好？起来吧，随朕出去一趟，朕想去芳华殿走走。芳华殿那不是晋王生母玉嫔的住处吗？皇上几年都没去芳华殿了。怎么几年没去，现在朕就去不得？没有，老奴不是这个意思。天启帝来到芳华殿时，玉嫔和嬷嬷正在院中绣着花样。嬷嬷，你说这双虎眼我绣的可灵动，也不知道宁儿跟叶儿以后的孩子出生时，这种花样还实不实心？娘娘放宽心，您亲自绣的，王爷和王妃定会满意。以前我几乎觉得这辈子没盼头了，可好在叶儿娶了宁儿这么个性子活泼的。看着二人平日来我这儿时说说笑笑的样子，我才觉得生活多彩了起来。现在呀，我就盼着他们早日生个孩子，让我抱上孙儿。娘娘放心，王爷跟王妃那么恩爱，将来怕是不止一个孩子，到时候都缠在你膝下，娘娘怕还觉得烦呢。承你吉言，那我还得多绣几个，他们二人的孩子一定好看，再多我也不嫌烦。聊什么呢？如此开心皇上。嬷嬷看到天启帝，惊慌的连忙跪了下来。臣妾见过皇上。怎么就这么不愿意看到朕？臣妾惶恐，只是不知圣上驾临，所谓何事？无事，朕就不能来了？你可还记得你是朕的妃子？臣妾自然记得。天启帝冷哼了一声，坐在了玉嫔刚刚坐的位置。你也坐。臣妾坐了许久，腿有些发麻了，臣妾还是站着吧。老六已恢复容貌，此事你可知晓？臣妾听说了，只是听说，他没来宫里见过你。皇上，叶儿入宫是有章程的，没到章程的时日，皇子是无法来我宫中的。你倒是守规矩，不过你倒是提醒我了。你虽位分低，可他到底是唯一的王爷，王爷也该有王爷的样子。朕愿他日后时常入宫，也让你们母子多见见。皇上，宫中的规矩就是规矩，不可有例外，还请皇上收回成命。玉嫔，你怎好生不知好歹？还请皇上息怒，龙体要紧。你都进宫多久了，怎还没学会为妃之道？宫中嫔妃哪个不是着急对朕讨好，如此不将朕放在眼里的？玉嫔，你还是唯一一个。罢了，朕来也是想让你知道，朕可能改主意了。叶儿终究是朕的儿子，若是朕觉得他真的可以堪当大任，这个位置就算给他也无不可。你的安宁日子怕是也没几日可过了，做好准备吧。听到这话，玉嫔脸上的镇定终于开始破裂。天启帝一走，玉嫔整个人直接瘫软在了地上。嬷嬷赶紧将她扶起。娘娘，您这是何苦呢？皇上好不容易来一趟，您为何要如此将他气走啊？哎，嬷嬷你不懂。他料想到秦君夜恢复容貌之事揭露之后，一定会有事发生，但他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。快传我消息去晋王府，让叶儿如无必要，千万别再进宫了。就算是皇上亲召，也尽量能拒绝就拒绝。娘娘，您这是何意？王爷终于被皇上赏识，不是好事吗？嬷嬷别问那么多了，照我说的话去做就是了。叮嘱叶儿务必要遵从。行，娘娘您别急，老奴这就去传话。两个女生相约着一起去泡澡。下水后，江宁儿本是准备靠在池边休息一下的，结果却被魏瑶的胸给吸引住了目光。我去，李姐姐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在想黄雀那小子真是赚到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。黄雀说过什么时候去跟你外公提亲吗？说是等我及笄后会跟我一起回趟鬼谷门，跟我外公说。不过他说我现在还小，先定亲，等我跟他都再成熟一些再成亲。这个我是赞同的。成亲后就不是一起玩闹这么简单，而是要风雨同舟了。他还需要历练，你也还需要成熟。
这样你们成亲婚后才能有办法共同经历风雨。不过你现在确定自己是喜欢他了吗？之前李姐姐你跟我说喜欢一个人的感觉，我好像有些明白了。还有你说的心口里有只蝴蝶的感觉，昨天晚上他送我回房时我也感觉到了。你怎么感觉到有蝴蝶的？就是他晚上送我回桂心小院后，回去前亲了我一下。江宁儿看到他这副俨然已经是恋爱中的小女生的模样，便也放心了，知晓二人心意相通就好。清玄带来了玉嫔的口谕，秦君夜觉得十分意外。母妃叫我不要进宫是什么意思？她发生什么事了？据说是皇上今日去了玉嫔娘娘那儿。什么？秦君也知道天启帝这么些年几乎从不去见母妃的，怎么会突然去看她呢？那父皇跟他说些什么了？嬷嬷说也没说什么，皇上有意示好，说王爷以后可以不用遵循章程，能随时进宫看望娘娘，但娘娘都拒绝了，于是惹怒了皇上，觉得娘娘不识好歹。皇上走后，娘娘便让嬷嬷赶紧来给王府传消息，至于其中的缘由，嬷嬷也说不清楚。母妃从不是个会无理取闹的人，如此做定是有她的用意。可属下觉得好可惜啊，王爷一直就盼着能够得到一份恩宠，能请求随时进宫看望玉嫔娘娘的。如今皇上的恩宠已经到了，娘娘却拒之门外，还要王爷都不入宫了，那岂不是更少能看望娘娘了？说到此时，江宁儿正好沐浴过后回到房中。母妃不要王爷入宫。秦君夜点了点头。巧了，刚刚玉亲王也差人给我来了消息，也是说让我不要入宫，不要张扬。天启帝若是召见，也尽量能避则避。玉亲王也如此说的，是出何事了吗？起先我还没多想，我以为是大考在即，他怕我考砸了丢他院长的脸面，所以才让我低调不入宫。可现在居然母妃也这样警醒王爷，虽不知道原因，但我觉得应该跟你父皇有关。我也觉得他们二人都如此警醒，定是在避讳什么事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听从便是，这阵子谨慎些便可。我也是这样想的，毕竟你父皇没事时都找你不痛快，如今似乎有什么事，我们更是要避而远之的好。皇上去见玉嫔一事太过怪异，很快这风声就传到了各个皇子府中。玉嫔，你确定没有听错？小人也觉得意外，反复确定，皇上确实是去的玉嫔处。父皇怎么会想起过去见他的？他们说了什么吗？这个就不知道了。来传消息的人只说皇上是盛行而去，败兴而归。回御书房还发了好一大通脾气，去玉嫔那儿待了不足1炷香的时间，就气着走了。还真是母子两个一个德行，都不讨喜。不过也不排除父皇就是觉得许久不见寻个新鲜，但这事儿让人继续盯着便是。若是父皇再去见玉嫔，及时来报。是。之前让你去查城西那边的窝点，查得如何了？江婷本是有事禀报，正好也要来书房，可还未进屋，听到二人的对话后，连忙停住了脚步。回殿下，属下去把整个城西都查了个底朝天，可什么都没发现。你说会不会真是上次晋王就是故意诓您呢？今日大夫已经确诊林月寻有孕了，那不是二皇子有皇室长孙了？这可是大喜事啊！没错，我虽然不喜欢林月寻，但这个孩子倒是来得很好。父皇虽不说，但实则太后一直盼着抱曾孙，而且皇家的长孙必定万众瞩目。真是天佑殿下呀！之前百花大典一事，皇上一直冷着殿下，看得出对殿下是颇有微词的。可有了皇长孙，二殿下的关注就又都回来的，之前的那些屈辱也就可以烟消云散了。没错，所以在孩子生下来之前，本皇子不可以再有任何的差错。张师爷，你也不要松懈，继续追查，断不可叫这群西北灾民乱了本皇子的路。但凡发现有可疑之人，都可以扣上暴民的帽子，当场斩杀，宁可错杀，也不可以放过。明白了吗？小人明白。之前被杀的暴民，原来竟是西北的灾民。江婷躲在一旁，此时才明白了这件事情的始末。此事若能抓住证据，将其揭穿，就算不能让二皇子不得翻身，也可让他再无可能得到民心。他得赶紧将此事告知靖王夫妇才行。哎呀，原来是张师爷啊！江公子可是来报账本的？是啊，正准备跟二皇子汇报这个月的账目呢。江公子掌管二皇子的内务，向来得心应手，二皇子得你相助，是如虎添翼。张师爷谬赞了，师爷才是圣心独裁。二人简单的寒暄过后，张师爷便侧身离开。
终于到了皇家学院大考这天，一出考场，怎么样，都会做吗？哇，幸好是你哥这几日没有去大理寺当值，给我好好恶补了一下，我觉得大约能够得个乙等。看到秦君行一张小脸有些古怪了起来。当然还是最感谢小七你最辛苦啦。我只是怕你考砸了丢我哥的脸。你帮我这么大的忙，等成绩出来我定会向你报恩的。报恩？报什么啊？要给我做好吃的吗？嘿嘿，你帮我这么大的忙，只是给你做顿饭算什么啊？那你准备做什么？到时候你就知道啦。神神秘秘的，不过乙等也没关系，你等下午学试炼应该能把分再拉回来吧。那是自然。那你好好加油，我去文学院了。武学院专业考试是试炼地的考验，跟江宁儿当初入学时杀进七杀阵通关类似，但不同的是这次要组团，大家分成队伍，同时进入试炼地，运用能力搜索寻找不知在何处的9个赤玉牌。3天内，所有团体可以互相使出武功和各种方法进行争斗，最后赤玉牌最多的队伍分最高。下一个江宁儿。江宁儿被点到名，上前进行抽签分组。他抽出了分组牌，还没细看。嘿，姐妹，咦，我记得你不是文学院的吗？你怎么来武学试炼了？居然都不知道最后的专业考可以跨学院考的吗？不知道，听洛天成讲，江宁儿才清楚。原来如此，难怪我刚才看到好多艺和文学院的人。怎么，你盼着被看中入朝为官？哪能啊，我其实就是刚才统考发现自己考得不是很好，选武来给自己拉一拉分的。你抽到的是哪一组？江宁儿这才把抽签牌翻了过来，发现2人都是桃花的样式。我们居然是同一组，那太好了，我们2个双剑合璧，到时候还不是横扫全场？这个江宁儿都成亲了还勾搭洛公子，真是不知羞耻。是啊，到时候进了试炼地，指不定还要使什么狐媚招数，让洛公子围着他转呢。你们也别怨了，谁让他在春江宴大放异彩呢？去了还不是指着洛公子保护。2位同学说的很对，我也看不惯他这种人，只可惜我武学不行，否则真想教训他一下。赵姑娘，你说说看，怎么教训他才好？是啊，你武艺不嫌有我们呢，我们3个加起来还怕他一个人不成？你们说的没错，他在外嚣张，也不过仗着晋王的宠爱，等进了试炼地，他总有落单的时候，到时候他就孤立无援了。赵姑娘，你的意思是没人保护他，我们3个人加起来还搞不定一个江宁儿。